末世天灾，像汽车一样大的老鼠在城市里来回乱窜，人们惊恐地逃跑，然而还是被老鼠们按住吃掉。末日游戏已激活，就在人们以为仅仅只是老鼠变异，然而接下来，末日游戏降临，鼠疫、洪涝、干旱、极热、极寒、台风、地震层出不穷。我没有死于天灾，却被假千金设计杀害。重来一世，什么父母亲情，什么真假千金，谁也别想阻拦我囤货的步伐。当末世到来，我将左手抱猫，右手握刀，带着随身空间，在这天灾末世之中杀出一条血路。时间回到末世前，不要！我从沙发上惊醒，看着眼前熟悉的房间，心有余悸地摸了摸胸口，居然没有被刀穿透的痕迹。前世的种种天灾，难道只是一场梦？我连忙打开电视，这时候电视台主持人正在播报新闻。2025年11月26日时，本市一名市民整理地下室时，发现一只体型巨大的老鼠，当场联系防治人员将其捕获。专家提醒，屏幕上足有1人高的巨大老鼠让我瞳孔巨震。我重生了，我居然重生到了末世，天灾末日开启的7天前。手机消息提示音响起，是房产中介发来的消息。叶小姐，不负所托，我已经将您委托售卖的房子卖出，350万的房款扣除中介费5万，其余345万已经打进您的银行卡。手机屏幕上方跳出银行卡余额3450008258元的通知，我的脸上露出一抹苦笑。这如同炼狱一般的末世，我为什么还要再经历一次？前世我意外走失，被养父养母收留。养父养母车祸去世后，给我留下2套房产，还有1枚青铜戒指。唯一的遗言就是希望我能找到亲生父母，让他们能在九泉之下安心。后来我真的找到了亲生父母，一开始他们也对我很好，凡是养女赵倩倩有的东西都会给我置办一份，但是这却引起了赵倩倩的不满，在我的亲生父母面前搬弄是非，抢走我的戒指，更是偷偷设计将我残忍杀害。想起上辈子赵倩倩戴着我的戒指，在我眼前得意炫耀新鲜食物的嘴脸，我心里一动，想要验证我的猜想。我快速拿起桌上的小刀，划破手指，让鲜血滴在戒指的界面上。这居然是一个时间暂停的储物空间。难怪末世过去3年，赵倩倩还能吃到新鲜的食物。一想到即将面临的鼠灾，比人还高大的巨型老鼠，带病菌的啮齿，凭着恐怖的挖洞能力肆虐，疫病、饥饿与被老鼠吞噬的危机近在眼前。不过幸好有空间戒指在，大大地增加了我在这天灾中的存活率。我果断地开车前往一家重型钢结构工程公司。麻烦你把这个房子重新打造一下，它尤其讨厌老鼠，所以墙体要灌浆，缝隙要密封，最好加上一层厚钢板。这还要考虑到通风和水电问题，至少也要半个月的时间。5天，我再多给你200万，你必须5天内完成这项工程。在金钱的作用下，老板还是决定接下了这笔订单。那你先交50万定金吧，看你这么急，到时候门窗我也给你一起换了，都是高安全防护级别的，防钻、防撬、防冲击、防火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果断将50万定金转账给了老板。至于之后的尾款，等天灾末日到来，金钱如粪土，早已没了用处。像汽车一样大的老鼠在城市里来回乱窜，人们惊恐地逃跑，然而还是被老鼠们按住吃掉。我没有死于天灾，却被假千金设计杀害。时间回到末世前，这一次别说是那些可怕的老鼠进不来，跟老鼠一样恶心的人也都别想进来欺负我。没有耽误时间，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市里最大的水果蔬菜批发市场。30多种蔬菜每样500斤，20多种水果每样300斤，20多种动物产品也是每样300斤，更不要说米面盐油，就连生抽、蚝油、料酒我也是毫不犹豫的大批量下单。小姑娘，你买这么多瓜果蔬菜做什么？这些东西吃不了可就坏掉了。我心里一动，看来我的大肆采购还是引起了怀疑。我连忙拿出手机扫码付款，随意的找了个理由。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正在创业，准备卖预制菜。这些菜我会存放到冷库里，不会坏的。阿姨并没有深究，按照市场要求给我打了8折，并且安排了货车，按照我的要求深夜搬运到我的家里。看着银行卡里280万的余额，我忍不住感慨了一句，真是花钱如流水。将所有的物资收进空间里，我疲惫地躺在床上。对于未来，我有种说不上来的迷茫，但即使是这样，也不能停止我买的步伐。我拿出手机，通过外卖平台又下单了2000杯口味各异的奶茶、2000份炸鸡汉堡等各种美食小吃。正当我沉迷于买时，电话铃声却骤然响起，是赵倩倩。姐姐，明天是妈妈的生日，会有不少亲戚朋友来家里参加生日宴会，你记得早点回家，不要玩得太晚。对了，姐姐，你回来的时候记得买好菜，也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的厨艺呀。还是我们赵倩倩的话音刚落，我就听到她身边赵母夸赞她懂事的声音。好啊，我冷笑一声，挂掉了电话。幸好赵倩倩打电话过来，要不然我都快忘记了。
我立马打开购物软件，毫不犹豫地退掉了我之前为给赵母生日准备的蛋糕、鲜花，还有专柜特送的爱马仕包包。看着银行卡显示到账12万元，我满意的躺回床上，沉沉睡去。天灾末日多年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睡过这样安稳的觉了。第二天天一亮，我马不停蹄地出门，开始了新一轮的囤货。洗浴用品、锅碗瓢盆、衣裤鞋袜，参考我在网上搜寻到的清单，又是好几大箱子的物资入了库。与此同时，负责改造房屋的工作人员也到达了现场。我和他们打过招呼，搬出一箱饮料，随后才开口：麻烦你们改造房屋的时候安排一下独立的水电系统。我们老板比较苛刻，不希望有任何情况能影响到这个房间里的供水供电。安装好后，我再额外给你们20万的工费。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。听到我的话，几人眼睛都亮了，当即拍着胸脯表示事情包在他们身上。我带着施工人员上楼，刚打开家门，却看到了赵倩倩和我的亲生父母朝着我看来。对不起，姐，我和爸妈特地来接你，想给你一个惊喜，没想到你会和这么多男人。姐姐，你还是要多爱惜自己的身体啊。这话明里暗里都是在说我不自爱，偏偏我的亲生父母也信以为真。你这个逆女，你叫这么多男人到家里来，是想做什么？几位可能是误会了。赵倩倩却像是生怕施工队长对她做出什么似的，尖叫一声，躲在了赵父赵母的身后。看见赵父赵母维护赵倩倩的模样，我的内心早已麻木。前世，在我被赵倩倩收买的人捅死的时候，我的亲生父母也像今天一样，将赵倩倩护在身后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赵倩倩嘴角那抹得逞的笑容。喂，110吗？你好，我要举报，有人私闯民宅，地址是……让警察来抓你的亲生父母，你的养父母就是这样教你的吧？幸好他们死得早，否则你还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。赶紧跟我们回去，我非得好好教育教育你。我用力地甩开他的手，恶狠狠地瞪着眼前这个男人。我的养父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他们捡到我的时候，我正在雪地里发着高烧，即使医生都说我活不了，他们也固执地掏光了积蓄，只为给我换一条生路。你们没有资格说我的养父母。李队长，我跟这3个人不熟，麻烦你帮我把他们请出去，不要耽误我的时间。赵父赵母还想说些什么，施工队李队长已经撸起袖子，毫不客气地将他们请出门。赵倩倩被挡在门外，有些不甘心。她今天特地将赵父赵母骗来，就是因为知道我把房子卖掉了的消息，她还想从我这里捞点钱花花呢。爸妈，姐姐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呢？我们可是一家人啊！更何况今天还是妈妈的生日。赵父扯了扯门把手，见打不开门，愤怒地踹了一脚大门。不管这个逆女，从今天起，我赵建平就只有倩倩一个女儿。赵母在一旁抹眼泪，却抱紧赵倩倩，什么反驳的话也没说。我根本无所谓他们的想法，因为我看到我在网上订购的一些用来防暑的药品一直没有配送。我正纳闷，就接到了一通电话。您好，快鸟驿站，这边看到您网购了大量的防暑药品，数量太大，我们无法配送，请您有空的时候来站点自取。好，我明天过去。忘记了快递员现在都喜欢放驿站，打工人自己得去取快递，真是无奈。第3天一大早，我就被接连不断的消息声吵醒。打开手机一看，是赵倩倩发来的消息。姐姐，你还没见过上流社会的宴会吧？要不你买些东西回来，给爸妈道个歉，说不定他们就原谅你了呢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我直接将赵倩倩拉黑删除，顺手退出了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聊。我继续捋了下我目前的准备，充分的食物已经备好，住房的加固也已经在进行中，衣裤鞋袜自然也是要准备一些，顺便去驿站将我所购买的防暑药物拿回来。我开车行驶在马路上，忽然听到路边一阵躁动，好大的老鼠，怪物啊！一只比汽车还要高大的老鼠直接咬破捕鼠网，冲上马路。快，麻醉针！一群穿着制服的专业人员迅速遣散人群，以极快的速度朝着那巨鼠的身上便是一记麻醉针。那巨鼠不仅没被制服，反倒发了狂，双眼变得猩红，朝着我的车子就冲了过来。一只比汽车还要高大的老鼠直接咬破捕鼠网，冲上马路，朝着我的车子就冲了过来。我几乎是下意识的抓紧了身侧的高压电击棍，10万伏的电压，就算不能杀死它，也能让它暂时失去行动能力。一声枪响，巨鼠的血盆大口在我的眼前停住，随后重重地砸在地上，一股浓烈的腥臭味从它的身上传出。我捂住鼻子，脸色有些发白。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男人将麻醉枪收起来，关切地看着我。我摇了摇头，示意我没事，只是没想到这天灾末日竟然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了。看来我要更快一些了。小王、刘哥，麻烦你们来处理一下这老鼠。来了，周队，这么大的老鼠也不知道哪里来的，全国到处都有。男人用对讲机叫来了2个人，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。年纪大些的刘哥朝着男人招了招手，看着老鼠尸体，嫌弃地扇了扇鼻子，看着他们仔细收拾的样子，我想起前世鼠灾到来，所有的官方人员都是第一时间出动，他们都以为只有一窝老鼠可能产生了变异，
却没想到鼠潮整整持续了3个月。专家估计，至少有100亿只大老鼠在全球肆虐。到最后1个月，老鼠甚至还生出了智慧。从一开始的用常规武器控制，到之后不得不用炮弹轰炸鼠群，直到彻底失控，也是这群人冲在最前方。这么大的老鼠，会不会传播什么病毒啊？放心吧，我们会尽快找到鼠窝，将这些变异老鼠灭绝。听我这么说，周浩表情有些凝重，但还是出言安抚。我没有再说什么，毕竟我可不想天待末日到来后被科研人员当另类带去研究。上了车，我拿出手机，定位了服装市场。除开这几天买东西的开销，我的银行卡余额还有243万012.86元。为了应付各种天灾，我又去商场购买了大量的普通衣裤鞋袜，含有耐高温的、防腐蚀的、防蚊虫叮咬的，我也都各准备50套。除此之外，像防毒面具、全包裹护目镜、作战靴等特殊装备，我也各购买了100套。一番消费下来，我手机里还剩下180万。姐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正苦恼药物该怎么购买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。赵倩倩迎面走来，身后跟着我的亲生母亲。鼠疫、洪涝、干旱、极热、极寒、台风、地震层出不穷。我没有死于天灾，却被假千金设计杀害。时间回到末世前，原本笑容满面的赵母，在见到我的一刻，瞬间冷下脸来。我早已不在乎他们对我的喜恶，转头就想离开，偏偏赵倩倩伸手拦住了我。姐姐，你别跟爸妈置气了。瞧，妈妈今天特地带我来商场，就是为了给你挑一件像样的首饰呢。说着，她拿出了一个礼盒，里面摆放了一枚戒指，戒面是1颗1克拉的钻石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我和妈妈一起给你挑的。不用了，我不喜欢珠宝首饰。我的目光落在赵倩倩的脖子上，一条镶满钻的项链，挂坠更是拇指大小的蓝宝石，反射出的火彩都快闪瞎我的眼。真到了天灾降临的时候，这些珠宝首饰是最没用的东西。没能如愿在我脸上看到愤怒极度的表情，赵倩倩显然并不甘心。哎呀，姐姐，这戒指不比你手上那个戒指好看，你快摘下来，换上妈妈给你新买的戒指吧。说着，赵倩倩冲上来就想要扯下我手上的戒指，我猛地一甩手，赵倩倩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，直接飞出去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几乎是下意识的反应，我的亲生母亲直接一巴掌扇到了我的脸上，她的手微微颤抖，我的脸颊火辣辣的疼。你妹妹一片好心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快跟你妹妹道歉。看着赵母维护赵倩倩的模样，我垂下眼眸，忽而轻笑了一声，一片好心。既然这样，比起钻戒，我还是更喜欢这条项链。我走到赵倩倩的面前，蹲下身子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她。说完，我直接将赵倩倩脖子上的蓝宝石项链扯下。赵倩倩捂着脖子，下意识尖叫出声，手上的项链流光溢彩。我忍不住啧啧出声：送亲生女儿3000块的钻石戒指，送养女300万的蓝宝石项链。赵母的脸色有些难看，让她没想到的是，我却将项链留在身边的柜台上，没有带走。赵倩倩偷走我的人生20年，这条项链就算是她对我的补偿，而一个巴掌，一条项链，也算我还了您当年怀胎10月所受的苦。从今以后，我和你们断绝关系，再也不见。赵母和赵倩倩的小插曲对我毫无影响，反倒是到达驿站后，快递员满脸防备地看着我，让我有些头疼。大哥，我真不是要自杀啊！在快递员的身后，我那足足10大箱的灭鼠灭虫的药剂喷雾摆放得整整齐齐。他摇了摇头，如果你不能说出用途，一律当做自杀或者投毒，我现在就报警。哥，我也不可能为了自杀买这么多防虫鼠的药啊，当饭吃呢。我是因为要开饭店，所以要准备一些。听我这么说，他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，从身边抽出一张纸，是免责协议。他用水笔敲了敲签字的位置，转过身整理其他快递。也不知道上头发什么神经，药物审批忽然严格了不少。我这才想起来，我一直遗忘了一件事，末世到来，比食物还要紧缺的东西——药品。天灾末日一开始，巨鼠就携带大量的病毒，凡是被巨鼠咬到的人，或者吃了巨鼠咬过的食物，非死即残。别说是等下一个天灾到来，巨鼠天灾开始的第1个月后，药品就已经全部稀缺，更是有10份食物换1粒药的情况发生。可偏偏国家对药品的管控极其严苛，我现在想要大批地囤积药品，根本不可能。我心情沉重地回到家中，施工队已经离开。让我颇为意外的是，他们不仅完成了独立水电的供应系统，就连墙体也都加装好了钢板，整个屋子仿佛重新装修过似的，焕然一新。我躺在沙发上，漫无目的用手机浏览各个药店，每个药品都有限购，根本无法满足我的需求。我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你好，我是隔壁的邻居，冒昧打扰你一下。我打开电视，上面足足16个监控画面。监控里，一个男人怀里抱着孩子，满脸焦急地站在门外，是白天灭鼠时的队长周浩。世界可真小，白天随便遇到的男人，
居然就是我新搬来的邻居。我打开门，低头看了一眼她怀中的小女孩，女孩看起来也就3、4岁的样子，小脸蛋烧得红扑扑的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呼吸急促，眼角还有泪痕，看起来状态很不好。怎么了？是你，太好了。虽然很冒昧，你方不方便借车给我用一下？我的车子忽然发生故障，没有办法前往医院。我皱了皱眉，经历过前世重重人性的可怕，我深知自己并不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，只是正好需要购买一批药品，也许跟他们去一趟医院能有办法。我便点了点头，从门口拿起车钥匙。你照顾小孩，我来看车。开车前往医院的路上，我看到周浩怀中的女孩手臂上出现了大块红斑，这熟悉的症状让我有些心惊。你女儿这是？听我这么问，他一个大男人低垂下眼眸，眼圈红红的，语气充满自责。我妹妹从小就粉尘过敏，也怪我这几天忙着工作，没有时间收拾家里的卫生，估计有花粉或者尘螨落到家里。听他这么说，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幸好不是因为接触到巨鼠身上携带的病毒，不然的话小孩怕是要受折磨。病房内，医生开具了花粉过敏的诊断证明，并叮嘱周浩注意事项。我装作不经意地和门口的小护士打听起药物采购的事。小护士不疑有他，告诉我在城南有一家医药企业的大型工厂，里面提供的药物相当全面。得知工厂的具体位置后，我立马转过身，准备跟病房里的周浩打声招呼，想先行离开，却看到他接了一个电话，随后风风火火地跑到我面前。市里出现了大量巨鼠袭人事件，我要立马赶去处理，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小妹，谢谢。他将钱包塞进我的手里，我试图叫住他，却只能看到一个匆匆离去的背影。我皱了皱眉，有些不安。前世大量巨鼠袭人事件是在天灾末日开始前2天发生的，现在居然提前了整整2天。一想到天灾末日也有可能提前，我恨不得立马离开，去把没来得及购买的物资连夜买下。但是毕竟他哥哥救过我一次，而且也是为人民服务，我不应该因为前世种种可怕的人性，把自己的人性也泯灭了。想到这，我坐到小姑娘的病床边，从医生的手中接过药剂，用棉签小心地给她涂抹过敏的地方。哥，别把小米一个人丢在家里。小姑娘悠悠转醒，见到我手上的药膏，立马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。是仙女姐姐吗？对不起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估计是他哥哥经常突然出任务，对于一睁开眼是陌生人这种情况，小敏已经习以为常。你哥哥去出任务了，我是隔壁邻居，受你哥哥的托付，帮他照顾你。小敏乖巧的点了点头，没有哭也没有闹，甚至连一声疼都没有喊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面对这么懂事的小孩，我也没办法坐视不理。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头，已经退烧了。饿了没？我去给你买点粥。我站起身，刚打开门，就看到一批一批的病人躺在病床上，被推进了医院。他们的身上有血，有大片红斑，痛苦的面孔让人心惊。负责运送他们的医护人员全都穿着隔离服。我知道医院不能待下去了，我转身将小敏抱起，她有些疑惑地看着我。怎么了，大姐姐？我帮她戴好口罩，扣好衣服，快步走到护士台。大部分护士都已经去处理紧急事件，只有一个护士在这里听候调遣。这里太吵闹了，不适合孩子休息。麻烦等会儿孩子哥哥来了，你跟他说一声，我和妹妹在家里等他。我的语气熟稔，护士不疑有他，还好心叮嘱我大门混乱，大批病患被送来医院，建议我最好从后门离开。周浩家与我们对门，这一层楼还有其他2户。我看向怀里的小姑娘，她的状态还是很差，整个人蔫哒哒的，看起来很没精神。小敏，你哥哥没在家，要不来姐姐家休息一下？她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，点了点头。我没带钥匙，没法回家，给姐姐添麻烦了。我抬起手揉了揉她的头，将她抱进家里。幸好我这些天采购的物资，我都第一时间收进了空间，只有一些简单的食物摆放在厨房。正好我也饿了，我用极快的速度准备了2菜1汤，分别是水晶虾仁蒸水蛋、鸡汁芦笋炒口蘑和冬瓜肉丸菌菇汤。考虑到小敏的状态，全都是清淡口。哇，蘑菇、鸡蛋，还有我最喜欢吃的虾仁。姐姐，你好厉害！虽然小敏只有4岁，却很让人省心，自己就可以把饭吃完。吃完饭后，时间已经到了晚上9点。我照顾小敏在房间睡下，开始规划起自己想要采购的药品清单。基础常见的消炎药、感冒药、止痛退烧药等等，还有处理外伤的绷带、碘伏、止血带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辅助用品，比如温度计、血压仪、医用手套等等。对了，我赶紧找出家里所有的电子产品，什么动漫、电影、电视剧，还有小说、单机游戏等等，全都精挑细选了一番。毕竟鼠灾一来，别说是电线、水管了，就连网线也是全部断开。我可不希望重来一世，我的生活只有吃饭睡觉。周浩找到我家时是翌日凌晨5点，天刚蒙蒙亮，他的身上满是消毒水的气味，
发烧湿湿的站在门口，一看就是已经做过病毒消杀后才赶过来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休息了。昨天临时出任务，所以专门给你买的早餐，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就每样都买了一些。小敏没有在你这调皮吧？等周浩抱着小家伙离开后，我也没了睡意。一想到昨天医院里看到的画面，我立马起身前往护士所说的医药工厂。没有想象中种种繁琐的程序，我只是简单的登记了一下身份信息，还有药品用途，就直接得到了取货单，顺利的让我有些意外。不过很快，这奇怪的现象就有了答案。我将租来的货车开到仓库大门，就看到至少5、6辆大大小小的货车也停在那，一箱又一箱的药品被搬上车。负责开车的司机坐在路边，有说自己是社区采购的，有说自己是卫健委的，还有说自己是人民医院的。看来剧鼠的出现，不少有关部门还是提前做好了准备。只可惜，这次的鼠灾比他们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。等天灾末日来临，铺天盖地的老鼠犹如洪水般袭来，那才是真正的人间炼狱。正如我猜想的一样，末世天灾提前到来。末世天灾末日开启，副本地球天灾鼠灾，时长6个月。所有人的耳边都响起这样一个机械声，就连耳聋耳背的人也都听到了这个声音。疑惑、兴奋、恐慌，各种情绪的交汇，让我所加入的各个群聊都陷入了激烈的讨论。真的假的？小说里的求生末日居然让我遇到了，看来是轮到我来做男主角拯救世界了。什么鼠灾？指的是最近新闻上出现的恐怖巨鼠吗？我表姐前天就被巨鼠咬伤了，病毒感染，今早刚宣布抢救无效死亡。这种老鼠肆虐的日子居然还有6个月！天哪！群里有人发出商场、便利店、菜市场的照片，所有的物资都被采购一空，只有几张纸板零零散散地躺在地上。我住在顶楼，视野开阔，很快就听到小区里传来尖叫声，2、3只巨鼠从小区的井盖里翻出来，张着血盆大口朝着人群冲了过去。它们见人就咬，奔跑速度又快，只有在进食时有片刻停歇。各位，我在买东西的时候被巨鼠咬伤了，有没有谁能开车把我送到医院？我愿意出车费1万元。我看着手机，一个备注着3栋604的人在群里发出求救信息，并贴出了一张小臂受伤的照片。天哪，这巨鼠居然还会吃人！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刚去车库看了一眼，车库里好几只老鼠，谁知道送你去医院的路上会不会受到老鼠袭击？我才不去！鼠灾才刚刚开始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就已经展现出来。虽然巨鼠牙齿上的病毒没有传染性，但死亡率高达90%。前世也是天灾末日开启1个月后，国家才研究出疫苗，一直到鼠灾结束，死亡率才堪堪降到了60%。手机忽然响起一声消息提醒，虽然显示的是我亲生父亲的邀请，但我很清楚，真正想要邀请我的人是赵倩倩，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我没有说话，想看赵倩倩又想弄什么幺蛾子。随后就看到她在群聊里发了一张照片，是别墅内数十位保安集合的照片。姐姐，你昨天听到那个声音了吗？要不你跟爸妈道个歉，赶紧回家吧，家里安保措施很好，一定可以保护你的安全。似乎是为了让我感恩戴德，我的亲生父亲如使者般发出一段消息：你看你妹妹多懂事，回来的时候记得给你妹妹带点吃的。想起前世，我看到这消息还以为是父母担心自己，巴巴的跑回去，结果被他们 PUA。在断水断电后，我直接充当了保姆的角色，端茶倒水、洗衣做饭，伺候一家子，还得不到一个好脸色。想到这，我果断回复了一条消息：没见过要饭还要得这么理直气壮的。随后光速退群，并顺手拉黑了这一家子。天灾末日开始后第2天，我一边用着蟹八件品尝着美味的阳澄湖大闸蟹，一边看着电视上播报着有关巨鼠的情况。体型巨大的老鼠，杂食性动物，会攻击人类，身上携带无传染性且死亡率不低的病菌，还会挖洞潜入居民家中，吃饱后不具备杀伤力。巨鼠遍布全球，预估数量2000万只。2000万只！我皱了皱眉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前世鼠灾开始时，新闻里预估的全球巨鼠数量明明是1000万，重生后为什么这数据翻倍了？才没想明白到底哪里出现了偏差。门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，透过监控大屏，我看到隔壁的小姑娘抱着一只布娃娃，可怜巴巴地站在门外，担心有老鼠爬上来伤害她。我赶紧打开门，将小家伙拉进屋。现在到处都是会吃人的大老鼠，敏敏，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？你哥哥呢？哥哥去消灭大老鼠了，敏敏家里停电了，害怕。小姑娘的身子微微颤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。我赶紧走到窗边，打开不透光的窗帘，往楼下看去。果不其然，整个小区都停电了，应该是老鼠咬断了小区供电的主电线。幸好我安装了独立的水电供应系统，不然就要和别人一样，在黑暗里听着恐怖的老鼠吱吱声。敏敏，你记不记得你哥哥的电话？你到我家来，还是要跟你哥哥说一声，免得你哥哥担心。我用电话手表给备注哥哥拨去电话，却无人接听。
只能发一条短信过去。我是1602，你的妹妹在我家。发完信息后，我一抬头就看到敏敏看电视看得津津有味，上面播放着动画片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了业主群，群里讨论得激烈。要不我们每家拿些吃的，把老鼠喂饱后把它宰了。我们可是高智慧生物，难道还怕这些畜生吗？喂饱？你知道要喂多少吃的才能喂饱？还是好好在家待着，等国家安排人来灭鼠吧。我记得那个末日提醒好像是说6个月，不知道末日结束后会不会有奖励呢？呵，他们还真以为这是末日呢，还想着有末日大礼包、副本奖励。这群人真是天真得可笑。我无奈摇了摇头，随即关掉手机屏幕，不再去看那些无意义的讨论。姐姐，这个动画片好好看，我可以再看一会儿吗？敏敏突然转过头，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。我点点头，顺手把电视音量调高了一些。可以，但不能太久，看多了对眼睛不好哦。知道了。他乖巧的应了一声，又继续盯着屏幕。这时，窗外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来回爬动一般。我走到窗边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窗帘的一角，只见几只体型硕大的老鼠正沿着墙壁攀爬，它们的动作灵活而迅速，甚至能轻松越过防盗网之间的空隙。普通防护根本没用了，看来普通的防护措施已经毫无作用了。不过好在我这里是顶楼，老鼠也许是太饿，有很多爬到一半就累得折返前往其他地方找寻食物。我收回目光，转身检查了一下家里的安全设施，门窗全部用特制的金属板加固过，水电供应系统也运转正常，暂时不用担心被外界的混乱波及。不过也不好说，食物储备方面还是需要尽快再补充一些，尤其是新鲜食材，等再过一段时间大概就没有新鲜的东西吃了。敏敏，饿了吗？小姑娘摇摇头，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电视上，丝毫没有察觉到外面的危险正在逼近。我从厨房拿出一些零食放在茶几上，然后打开电脑，开始整理接下来的计划。既然天灾末日提前开启，那么很多事情都会随之发生变化，包括鼠灾的规模、人类的应对方式之类，我还需要提前做好防御准备。万一老鼠真的冲进我家呢？就在这时，电话手表震动了一下，是周浩回复的信息。谢谢，我这边任务结束，会尽快赶回来。短短一句话，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表达，但我却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沉稳和可靠。希望你平安归来吧。我喃喃自语，随即关闭了信息界面。当天晚上，周浩并没有回来。我用敏敏的电话手表打电话过去，那边始终没人接听，这让我不禁有些害怕起来，不自觉看向已经熟睡中的敏敏。我轻轻替他掖好被角，再一次起身检查房间内的门窗，确认已经完全锁死。虽然暂时安全，但谁知道那些巨鼠什么时候会找到新的突破口。想到这里，我把家里所有能用作武器的东西都集中到客厅，包括几根球棒、一把折叠刀，还有一些从厨房拿来的锅碗瓢盆。担心敏敏看到会害怕，我把它们都藏在了沙发底下和一些隐蔽的角落。不过单靠这些东西显然撑不了多久，必须尽快找到更有效的防御手段才行。脑海中突然出现了周浩那支手枪，要是能有一把手枪就好了。一直到清晨，周浩的消息才回复过来。实在抱歉，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，我要随时待命。死亡人数正在不断增加，上头下了死命令，敏敏就暂时麻烦你了。等一切结束，我会好好感谢你的。看着周浩回复的消息，我愣住了。一切结束？不会结束的，至少在我死之前都没结束。若是我告诉他后期飙升的死亡人数，无异于告诉他这是一场老天爷对人类的清除计划。犹豫着，我还是回复道：好，注意安全，平安归来。一大早，我给敏敏做了早饭，给她倒了一杯牛奶，我自己冲了杯咖啡，简单2片吐司、煎蛋，还有猪肉、香菇包，外加一大碗皮蛋瘦肉粥。敏敏吃得很开心，她扬着脖子看我，撅起嘴来嘟囔着：姐姐，我哥哥什么时候来接我呀？你哥哥是做大事的人吗？他有工作要处理，姐姐陪着敏敏不好吗？姐姐家有很多好吃的哦。敏敏先是有些不开心，听到我的话，又立马露出笑容。好，敏敏最喜欢姐姐了。终究是孩子，好哄。我翻看着敏敏的电话手表，昨晚那条信息之后，周浩就再也没发来任何消息。我主动给他回复了平安2个字，谁知那边竟然秒回我一个平安，我心中顿时松了一口气。这时候电视里突然播报：各位市民请注意，现在播报红色预警。卫生委研究结果显示，老鼠身上携带大量未知病毒，目前病毒还在分解当中，尚无结果，但存在变异可能。请各位市民千万不要私自宰杀老鼠，并将其尸体带回家中食用。请各位市民锁好门窗，不要外出。这时候电视里正在滚动播报着这句话，我手里的包子顿时不香了。还真的有人吃老鼠吗？大概是没来得及囤货吧。姐姐，老鼠也能吃吗？敏敏好奇地看着我，根本不懂警报的意义。我赶紧把电视的频道调成动画片。姐姐没听懂，你看动画片吧。今天姐姐允许你可以多看一会儿哦。真的？
敏敏立即拿着包子冲到电视面前，让我给她调台。我拿出手机看着各种群消息，发现有不少人都没来得及囤货，现在都在外面找吃的。有现场人发来视频，巨型老鼠已经在小区各个角落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不能去的。小区的监控系统已经完全瘫痪，有人冒险去地下车库找物业办公室，想让他们提供点吃的和应急物资，可到了办公室发现老鼠正在啃食他们的尸体。那人当即拿起一把西瓜刀劈死了老鼠，那老鼠被拦腰截断，鲜血喷了那人一脸。拍视频的人吓得手机都抖了。此时视频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老公，这老鼠有病菌，你被它的血沾上了，你会中病毒的。少听他们胡说啊！政府就是害怕我们离开家，然后去抢劫，才故意那么说的。再说了，倒霉蛋那么多，凭什么就是我中招？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赶紧找物资，别拍了。说罢，视频结束。我不由得无语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总有这种自作聪明的人一直在作死的路上勇往直前。政府都说老鼠身上带有未知病毒了，他还不信。我继续翻看着群里的信息，发现离开家的人越来越多。想起了什么，看向一边的敏敏，她还在专注地看电视。敏敏，饿了要跟姐姐说哦。看来她丝毫没有被外界影响心情，这样也好。我关闭手机，走到窗边，再次确认了防护措施是否到位。虽然顶楼相对安全，但老鼠的攀爬能力远超想象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我踮起脚尖，看着外面小区里的动静，放眼望去都是密密麻麻的黑色，正在快速地朝各个单元楼中蠕动。我无奈摇了摇头，赶紧拉上窗帘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一阵砸门声，是哥哥，哥哥回来了。他刚要跑过去开门，我赶紧冲过去，一把抱住他，并捂上他的嘴。看了看电话手表，周浩并没有发消息说回来，那门外的人不一定是周浩。我把电视声音关了，让敏敏躲在里屋不许出来，自己则打开监控，看着外面的情况。那是一个陌生男人正站在走廊里，果然不是周浩。我没着急应声，而是仔细瞧着他，发现他的衣服上沾满血迹，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似乎装着一些食物。他环顾四周后，突然用力拍打我的房门，而扬起来的手布满了红色透明的血泡，有些甚至已经溃烂，吓得我当即捂住嘴巴。他这是怎么了？有人吗？求求你开下门，我有吃的可以分给你，我想跟你换一些酒精和消炎药，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给我什么都行。我皱起了眉，心软不能在末世生存，反而会被同类吞噬。如果他是中了病毒，那应该没救了，很快就会。想到这，我没有回应，而是握紧了手中的折叠刀。虽说不太可能，可万一他冲进来，我必须做好搏斗的准备。然而几秒钟后，那男人停止了敲门，转而用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说道：我知道里面有人，求你帮帮我吧，外面全是那些怪物，我死不要紧，可我女儿才3岁，她也被老鼠咬了，你不用救我，救我的女儿就好。他的声音逐渐哽咽，甚至带着哭腔。听到还有个3岁孩子，我的心猛地一揪，可最终还是决定保持沉默。见一直没动静，男人趴在我的门前听着。片刻后，他突然换了一副面孔，对着我的门狠狠踹了一脚，怒骂道：他妈的又没人，都走了几家了，没一家有人的吗？我顿时后怕，感情这家伙真是装的。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背，恶狠狠盯着我的猫眼位置。要是让我发现你在家，我饶不了你。说罢，他转身离开。楼梯间消防门砰的一声大力关上，看到这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此时群消息响起，我看向手机，发现不少住户都遇到了跟我相同的事。有人故意拿几岁的孩子和孕妇说事，骗他们开门；有人受骗，被洗劫一空，又开始用同样的法子去骗其他人。我倒在沙发上大喘着气，好险啊，差一点就心软了。此时敏敏悄悄将卧室门拉开一条缝，闪烁着大眼看着我，小声说道：姐姐。我赶忙挥手示意她可以出来了。敏敏，你听姐姐说，现在外面发生了很危险的事，到处都是老鼠，你千万不能给任何人开门，知道吗？敏敏看着我，想了想说道：那哥哥回来也不能开门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举起手里的电话手表。你哥哥说他在随时待命，随时待命的意思就是暂时不会回来。要是他回来的话，一定会跟姐姐说，到时候只要确定门外的人是哥哥，咱们就把门打开，让哥哥进来，好吗？敏敏顿时露出笑脸，大大回应我一个好字，便继续坐在我身边，看着刚才没结束的动画片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主动把电视的声音给调小了。看着他，我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。他还那么小，根本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。或许对他来说，这场灾难只是一次短暂的冒险，而对于我来说，却是第二次的选择。为了避免更多意外，我又再一次将所有入口再次检查仔细，并尝试联系周浩。可是无论我发送多少条信息，对方始终没有任何回复，这让我更加不安。要是周浩出了事，那敏敏怎么办？
窗外的光线逐渐暗淡，我和敏敏打算今晚吃顿火锅，把提前买好的火锅丸子、羊肉卷、牛肉卷、土豆片、生菜拿出来，摆了满满一桌子。我给他开了一瓶可乐，自己开了一瓶啤酒和花生米。我俩一边看电视新闻，一边吃着丰盛的晚餐。电视上还在运行的频道正在逐渐减少，想来老鼠已经冲进了各大电视台。如今能得到外界消息的一个是网络，还有一个就是军事频道。有一些胆大的冒险类主播正在外面游荡，实时发布外面的消息来博取流量。我摇摇头，感叹他们的无知。我不想再看下去，直接将电视调成了动画片。敏敏倒是看得入迷又兴奋，喝下一口啤酒，看向电话手表，周浩刚好发来一条消息：你们怎么样了？我赶紧回复：一切平安，你呢？周浩回复的也很快：现在大街上全是老鼠，杀也杀不完，根本找不到老鼠窝在哪，你们千万别出门。我深叹一口气，想告诉他根本没有所谓的老鼠窝，但又怕扼杀他们的希望和终日来的努力，便把那些话都咽了下去。最终还是说一些让他放心的话比较好。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敏敏在我这里很好，我会保护她的。真的很感谢你。明天晚上3点左右，我可能会回去一趟，给你们送点吃的。你们那个小区已经乱了，千万别出来。周浩给我发来了一个双手合十感谢的表情，我想了想，便回复了一个好字。如今他算是我唯一能信任的人，毕竟他妹妹在我手上，他也不敢骗我。可也不好说，万一他是为了取得我的信任，然后夺走我的屋子怎么办？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。我看了看沙发下隐藏的武器，又扫了一眼厨房里的刀具，默默将它们重新整理了一遍，并藏在更隐蔽且我随手可拿的位置。如果周浩真的回来，我必须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出手保护自己。此时，窗外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窸窣声，那些声音仿佛是从墙壁缝隙间钻出来的，带着某种诡异的节奏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我悄悄走到窗边，透过窗帘的一丝缝隙向外张望，发现老鼠已经爬到我这一层的平台上，它们的肚子看起来鼓鼓的，应该是吃饱了。我还隐约听见楼下传来尖锐的嘶叫。打开手机，群里的消息炸锅了，不少住户都在家里与老鼠搏斗了起来，甚至都不知道老鼠是从哪个地方爬起来的。大家的情况比想象中还要糟糕。有人声称发现了老鼠的活动规律，说它们似乎对某种气味特别敏感。还有人分享了一种自制毒药的配方，但评论区立刻有人反驳，指出这种方法可能会引来更多的老鼠。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充斥屏幕，还引来一轮激烈的讨论。此时，赵倩倩换了个小号给我发来的加好友消息，我随手翻看着她的朋友圈。这么多天，赵倩倩一直在发炫耀的消息，然后就是不停的 Q 我，但是我发现她拍的照片越来越单一，桌上的菜也只剩下一些冷冻肉类，不见任何的蔬菜。算算时间，他们的食物应该也快见底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忘摆他假千金的架子，真够可笑的。打开他的视频账号，我发现他开始在某平台上卖包，一个30万的限量款包包，换10斤蔬菜，可压根没人搭理他。我忍不住冷笑一声，刚准备退出界面，赵倩倩又给我发来了加好友消息，并附上一段文字：叶楠楠，你是不是死了？没死就回复一声，爸妈很担心你。你在哪呢？还在自己家里吗？有吃的吗？有的话就给爸妈送过来一点。妈妈生病了，买不到药，你赶紧回来吧。看着他的消息，我直接点击了删除。若是换了以前，我或许会心软，但是重活一世，现在的我是孤儿。既然亲生父母眼中只有她这个养女，那就干脆当我死了好了。此时电话手表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是周浩发来的消息。卫健委新通知，老鼠病毒可能会变异，之前说的没有传染性是变异之前。我们刚把一具尸体送检，报告里说病毒进行2次分裂了，被咬伤的人可能会带有极强的传染性，而且目前没有特效药。看完这条消息，我的心猛地一沉。2次分裂，我记得上一世没有这个啊，明明应该是有疫苗才对吧？如此一来，外面岂不是更乱了？很快，周浩又发来了第2条消息。但是病毒是有潜伏期的，潜伏期看不出来，大概3-7天会完成分裂变异，被咬伤的位置会呈现大面积带状疱疹，严重者会伴随化脓腐烂等现象，只要接触到脓血，就会直接被传染。我想起了先前敲门的那个男人，赶紧跟周浩说：你明天不要冒险回来了，我家有吃的，我和明明很安全，小区里应该已经有不少人都被感染，你不要回来。周浩的消息断了，良久才又发来新的。你有很多吃的吗？这么多天也吃得差不多了吧？我回复道：鼠灾爆发之前，我本来想自己创业做预制菜的，所以买了很多开袋即食的食物，还有不少蔬菜干，水里烫烫照样能吃，不用担心我们。周浩再次发来一个双手合十的表情。那就好，咱们随时保持联系，今晚可能会有特殊行动，不必担心。我回复了一个好字，那边就再没有任何消息发来。关上电话手表，我深叹一口气，一方面确实也是担心周浩回来会有危险，另一方面我也有点害怕周浩回来会图谋不轨。不过他说的特殊行动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官方要采取什么特殊措施了？就在1小时后，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
强烈的冲击波震得窗户嗡嗡作响，连茶几上的杯子都跟着晃动起来。我下意识跑进卧室，趁着敏敏没有被吵醒，拿出一个耳麦戴在她头上，用手机播放着轻音乐。看着她没有被惊醒，我心里松了一口气。这是在干什么？可就在爆炸过后，外面再次陷入了一片死寂。我握紧敏敏的小手，心中默默祈祷，希望这一切能够尽快结束。直至第二天中午，新闻频道发来报道，昨晚的大爆炸是在对城市中的老鼠做试验，他们现在正在通过各种手段消灭老鼠，找出老鼠窝，将其一举歼灭，让广大市民不要惊慌。看到这条消息，群里炸开了锅，都是诉说着各种希望。只有我知道，不论用什么办法都不可能把所有的老鼠都消灭的，不过至少能起到缓冲的作用。周浩他们有重型武器保护，想来他才应该是最安全的那个，那我也能放心了。姐姐，这个莴笋好好吃，我还想吃。好，姐姐再去给你炒一盘。打开冰箱，我摸了摸手指上的戒指，立马又出现一根莴笋，我取出来，直接配着肉片炒了一盘菜。莴笋的清香很快弥漫了整个厨房。我将炒好的菜端上桌，敏敏已经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夹了一片放进嘴里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。此时电话响了起来，是群里人的私信。你家还有食物吧？我们愿意用武器交换。短短一句话让我警觉起来，这人是怎么知道我家有食物的？闻见味了，不可能。我恍然，一定是在诈我。我直接关闭了聊天窗口，选择装死。与此同时，我打开群聊，查看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发生。果然看到不少住户反映，最近频繁接到陌生人联系，甚至有人因此被骗走仅剩的物资，这让我不免心惊。敏敏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紧张，放下筷子问道：姐姐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不吃？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摇摇头说：没事，骚扰短信，咱们一起吃吧。当天晚上，网络上开始频繁出现老鼠的数量变多的视频和言论。翻看着帖子，我轻叹一口气，我就知道周浩他们的操作不会有任何作用，反而像是炸了老鼠窝一样，所有的老鼠都倾巢而出。而且现在老鼠的数量逐步增加，它们对食物的需求也会变大。果然，下一秒，一个主播被突然钻出来的老鼠扑倒，葬身鼠肚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军事频道没有再播报任何的新闻，网络上的主播也都换回了室内主播，他们开始在自己家直播外面老鼠的情况，不敢再出门。老鼠病毒2次分裂的事，电视上并没有报道，属于保密消息。大概是怕造成市民恐慌，周浩只告诉了我一个人。很多人没有防备，对中了病毒的人施以援手，结果自己也被感染。如今最缺乏的就是药品，可政府一直没有药品发放的相关通知，那些中病毒的人只能在家等死，要么就是产生了人性转变，开始变为攻击者，到处掠夺。光是这几天来砸我门的人，从一开始的1个2个，现在变成了一波一波。但发现我的门没有办法从外面破门而入，便不再费力而去找其他住户。这天晚上，我做了砂锅鸡和鱼香肉丝，还做了番茄炒鸡蛋，煮了皮蛋瘦肉粥。我和敏敏吃得很饱。吃完饭，她蹲在茶几边上玩拼图，我则翻看着网络上的消息。大概是因为很多人都不出门，外面的老鼠看起来都变瘦了，也变得更加疯狂起来。有不少人拍到老鼠抬起身子，像人一样捶打着玻璃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学会了敲门，有很多人都被敲门声吸引，以为是救援队的人，结果一开门被老鼠袭击。我皱了皱眉，心里隐隐觉得不安。这种变化太过诡异，老鼠的行为越来越像人类，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如果他们真的开始模仿人类的动作，甚至懂得利用声音来欺骗人，那情况恐怕比想象中更加糟糕。我放下手机，抬头看了一眼紧闭的防盗门，又检查了一遍门锁，确认没有任何缝隙后，才稍微松了口气。我现在做的最多的事，大概就是检查门窗和家里有可能会被老鼠攻破的地方，这成了我的日常工作。敏敏似乎察觉到我的情绪波动，停下手中的拼图，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我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她的声音带着些许惬意，显然这些天的经历已经让她开始对外界有了不安的想法。我蹲下身，轻轻摸了摸她的头，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一些。没事，姐姐只是习惯性检查一下而已，你继续玩吧，别担心，有姐姐在，那些老鼠进不来的。敏敏笑了笑，继续低头玩着拼图。我站起身，缓了一口气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手机里是周浩发来的消息：平安。我赶紧回复平安2字。周浩紧接着回复：行动不如预想中那么顺利，老鼠好像又变多了，距离6个月结束还剩下2个月，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清除所有老鼠。不过我们正在想办法。我陷入沉思，上一世我经历的所有事，虽然与现在大差不差，可又不完全一样。这一次我也说不准，末日的设定还会不会按照常理来走下去。我缓了下神，回复周浩道：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别忘了你还有个妹妹。良久，那边才回复消息：放心，我听说老鼠已经发生变异，
可以模拟人类的行为，但至少他们还不会说话。只要不开门，也不必太过担心。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发生任何危险，一定要给我联系。我忍不住苦涩一笑，要真有危险，能联系得到他吗？即使联系上，他能瞬间就回到我和敏敏身边吗？可不想说丧气话，还是回复了一个好字，结束了这场对话。大约凌晨2点，更大规模的鼠灾爆发了，不断有刺耳的尖叫声打破了夜晚的平静，那声音充满了绝望与痛苦，听得人毛骨悚然。紧接着，楼上、楼下、左右隔壁都传来重物坠地的闷响，还伴随着玻璃破碎的声音。我的心猛地一揪，下意识握紧熟睡中敏敏的手。我适当把耳机的音量加大，不想让他听见这种声音。我屏住呼吸，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，那些声音越来越近，仿佛就在门外徘徊。突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，伴随着类似人类的哭喊声。我赶紧打开监控，发现有一部分已经被老鼠破坏，无法完全看到外面的情况。此时画面中的走廊里空无一物，只有昏暗的灯光闪烁不定。敲门声还在持续，下一秒，我看见一只1人高的老鼠趴在对门周浩家的门上，疯狂砸着门，力气之大，连周围墙壁都跟着不停地颤动起来。就在我以为不会有意外发生的时候，4只老鼠咻的一声从我这边的位置冲向周浩家，竟然就这么撞开了他家的防盗门。看着对面的门被撞开，无数只老鼠一拥而入，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赶紧搬动家具把自己的门堵上。这老鼠都学会通力合作了吗？就在这时，电话手表再次震动，我低头一看，是周浩发来的消息。今晚老鼠倾巢而出了，而且他们正在模拟人类才会有的行为，看起来似乎又进化了。你们有事吗？我想把刚才的事告诉周浩，可一想到他在做更危险的事，我硬是把打好的字删除，回到这边一切正常。周浩那边回了好之后，就不再发来消息。很快，老鼠砸门的声音就传到我这边来，我赶紧后退数步，拿起藏在边柜中的西瓜刀，对准大门。我现在只希望这重型钢结构能与老鼠抗衡，任凭它们力气再大，也不能击穿钢板吧。果然，它们只是撞击了几下就停止了动静。此刻老鼠正在外面来回乱窜，似乎并没找到自己想吃的东西，所以急得四下奔跑。没一会儿，就一股脑全跑进了消防楼梯间。我大松一口气，抬手拂过额头的汗珠。这一世，这些老鼠强得可怕呀，而且还一直在发生变异。这是末日难度升级了吗？确定门外的老鼠都走光了，我又把堵门的家具挪回原位。处理完一切，我累得躺在沙发上喘息。老鼠的变异和数量的激增，让整个局势变得愈发不可控。周浩那边的情况也让我忧心忡忡，他身处险境，却还要保护更多的人。我能做的只有默默祈祷他平安无事。天色逐渐发亮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我走进厨房准备早餐，尽管物资还算充足，但我也开始精打细算，毕竟现在是2张嘴吃饭。敏敏醒来时，我正端着热腾腾的粥走出厨房。姐姐今天吃什么呀？她揉着惺忪的睡眼问道。我笑着回答，有皮蛋瘦肉粥，我给你做了中式汉堡，里面加了牛肉哦。敏敏欢呼一声，跳下床跑到餐桌旁，看着她欢快的样子，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保护好这个小生命。吃完早餐后，我带着敏敏在房间里做了一些简单的游戏，尽量让她忘记外面的危险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白天相对平静，但夜晚变成了真正的考验。傍晚时分，我提前做好了晚餐，并且再次加固了门窗。夜幕降临，城市再次沸腾了起来。突然，一阵微弱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。我屏住呼吸，握紧手中的西瓜刀，缓缓走向门口。透过监控，我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站在门外，似乎在低声哭泣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不知道是人还是老鼠。就在这时，电话手表震动起来，是周浩的消息。最新消息，被老鼠咬伤的人会变成丧尸，袭击人类。他们还会伪装成正常人，但是攻击性较差。无论是谁，千万别开门。我赶紧回复了一个好字，直接躲回卧室，抱着敏敏睡觉。就是天塌下来，我也不管了。姐姐你在吗？我是倩倩。不知道是不是幻听，我竟然听见了赵倩倩的声音。下一秒，我再次从床上爬起，监控画面中随着门外的应急灯闪烁，我竟然真的看见赵倩倩站在我的门前。她的脸色苍白，双眼布满血丝，看起来十分虚弱。我心中充满疑惑和警惕，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我紧紧握着西瓜刀，没有立即回应。门外的声音带着哭腔继续传来。姐姐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求求你开下门吧，爸妈都死了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，你一定还活着，对不对？听到这句话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好似被什么东西揪在一起。赵建平死了吗？赵倩倩的声音再次响起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只是自保啊，我害怕你一回来，爸妈就会抛弃我，所以我才跟你争的。如今爸妈都死了，我就剩你一个亲人了，你救救我吧。
我不禁皱起了眉，不敢开口说话。透过监控，我发现一只老鼠从他的身后一闪而过，不由得愣住。老鼠没伤害他，我瞬间明白他已经被感染了。姐姐，你为什么不开门？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我死吗？他的语气中透着一股诡异的愤怒。我握紧手中的西瓜刀，紧紧盯着赵倩倩，这才发现她脖子里戴着一条厚重的围巾，而围巾之下隐藏的是大面积的腐烂肉皮。虽然早有预感，但亲眼看到还是令人不寒而栗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知道，接下来我必须做下决定了。门外的赵倩倩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声音变得更加哀求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要是不开门，我就只能死在这里了。她的语调忽高忽低，像是在极力掩饰某种情绪。就在这时，那只之前从她身后闪过的老鼠再次出现。它静静地站在赵倩倩脚边，仰头看着她，仿佛在等待指令。这一幕看得我浑身发冷。他们已经学会配合了。下一秒，我最后一个监控也被老鼠给拆了。我屏住呼吸，通过猫眼观察它的动作。只见它缓缓抬起手，用指甲刮了刮脖子上的围巾，露出更多腐烂的皮肤。那伤口看起来触目惊心，却没有任何血迹流出，反而散发着一种奇怪的灰白色光泽。姐姐，你真的不肯帮我吗？话音刚落，他的身体猛地向前倾，额头重重撞在门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我吓得后退一步，差点跌坐在地。紧接着又是一阵疯狂的撞击声，赵倩倩像是完全失去了理智，用尽全力拍打着防盗门，嘴里还不断重复着：叶楠楠，开门，快开门！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，赵倩倩的声音也越发尖锐和疯狂。我拿起屋子里的武器，朝着门口走去。然而撞击声突然停止了，我小心翼翼再次看向猫眼，发现门口的瓷砖上有几道血红的指痕，而顺着血痕的方向望过去，消防楼梯间虚掩的门口，我看到了赵倩倩躺在地上，老鼠正在撕下她脖间的肉放进嘴里咀嚼，而赵倩倩侧睁着眼望着我的方向，死不瞑目。一瞬间，我只觉得胃里有什么东西翻涌而上，立马跑去卫生间催吐。现在就算是救她也来不及了，没想到感染死亡竟然这么快。吐完之后，我瘫坐在卫生间冰冷的瓷砖上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赵倩倩那双充满绝望的眼睛，还有老鼠啃食她身体的画面。我强迫自己站起来，用冷水洗了把脸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随后，我拿起电话手表，犹豫再三，还是给周浩发了一条消息。刚才有人敲门，是被感染的熟人，老鼠和感染者似乎开始合作了。发送完消息，我轻手轻脚地回到卧室门口，敏敏依旧在戴着耳机熟睡，并没有被吵醒。看着她稚嫩的小脸，我的心里出现点点欣慰，真不敢想象，那天我要是没把敏敏带进自己家，她会怎么样。时间一点点流逝，天色逐渐亮了起来。我简单做了些早餐，叫醒敏敏后，故作轻松地陪她聊天，试图让自己暂时忘记昨晚的恐怖经历。然而我的内心始终无法平静。赵倩倩的死让我意识到，这场灾难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开局就这么残酷，后面还有必要继续吗？如今不仅仅是老鼠的变异，连被感染的人类也成了威胁。而更可怕的是，他们似乎正在形成某种诡异的合作关系，这无疑将局势推向了一个全新的、不可控的高度。傍晚时分，电话手表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我低头一看，是周浩的消息。我们已经找到能够对付老鼠的办法了。不过根据你说的情况，老鼠和感染者确实开始联合行动，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找到幸存者。千万别开门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。看着周浩回复的消息，我沉沉吐出一口气。距离鼠灾结束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在这个找到灭鼠的办法，那应该不会再有变故了吧？我想了想，赶紧给周浩发消息。无论如何，老鼠被清除之后立即来找我，明明他很想你，很担心你。那边消息回复得很快，看来也没怀疑我的用心。可这之后的半个多月，我都再没收到周浩的消息，这让我不免有些害怕。我开始频繁查看手机，生怕错过任何一条消息。每当听到外面有异响，都会下意识地以为是周浩回来了，但每次都只是失望而归。敏敏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焦虑，她不但没有吵闹，反而更加懂事，尽量不发出声音。直到这天清晨，外界忽然拉响了防空警报，我赶紧到窗户边查看，发现空中正飞过无数战斗机，在飞行的过程中，飞机还洒下一些白色的粉末状东西，那些粉末落在地上之后，形成了大面积的泡沫。那些老鼠被泡沫覆盖的时候，竟然逐渐失去了行动能力。这画面让我心中一喜，看来他们真的找到了杀死老鼠的有效办法。可上一世不是这样的。时间很快接近末尾，网络上的消息也开始逐步恢复，直到军事频道正式发出通知，危机暂时解除。有关部门在各大站点发放基础物资，大家限时领取。
一瞬间，所有人倾巢而出，街道上全民欢呼。大家换上防护服，开始投入鼠灾最后收尾工作。由于老鼠数量庞大，集中焚毁可能造成空气污染，所以决定在城郊空地上直接掩埋。网络上铺天盖地全都是关于灭鼠的消息，更有主播直接去了城郊进行直播。我看着正在滚动播出的消息，以及电脑屏幕上主播传来的画面，内心并无波澜。绵绵此时拉着我的衣角，小声问道：“姐姐，老鼠都被消灭了，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我摸了摸他的头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拿起电话手表，周浩依旧没有回复消息。看看时间，距离末日结束还剩下7天时间，差不多也该收尾了。敏敏，姐姐要出去一趟，你能自己在家等着姐姐回来吗？可以自由看动画片哦。敏敏似乎明白了我要干什么，焦急地说道：“姐姐是要去找哥哥吗？敏敏也想去。”我把她抱在怀里安慰：“哥哥还在执行任务，暂时回不来。虽然老鼠被消灭，可难保会有疏漏。敏敏现在出去的话会很危险。等姐姐在站点领取到物资和药品后，就马上回来，好吗？”敏敏撅起嘴巴，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冲我扬起笑脸点了点头。临出门前，我最后嘱咐敏敏：“姐姐带了钥匙，所以回来的时候不需要敏敏开门。如果姐姐回来前有任何人敲门，敏敏都要假装家里没人，知道吗？”敏敏想了想：“那要是哥哥回来了呢？”我依旧摇头：“哥哥回来也不可以开，让哥哥在门口等姐姐一起回来。你把姐姐的话告诉哥哥，如果门外的哥哥是真的，他会耐心等待姐姐回来的，记住了吗？”敏敏听明白了我的话，用力点着头。确定门口没人，我才打开门锁离开了家。此时楼梯间里只剩下一具被老鼠吃剩下的白骨，触目惊心。我强忍着心中不适，快速跑下楼。街道上大量的白色泡沫正在集中清理，而那泡沫之中还包裹着无数的死老鼠。根据新闻所说，我前往站点领取物资，每家每户按人头可以领到2斤大米、2斤小米、2斤白面、1盒消炎药、1盒退烧药、1瓶酒精和绷带若干，以及2桶5升的纯净水。把周浩和敏敏的那一份也一起领了回来，虽然少，但苍蝇腿也是肉。领完物资，我打听了周浩的消息，可那些人没人认识周浩，看来他已经罢了。我就替他照顾好敏敏，也算报答他当时帮我的恩情。趁着没人看见，我将所有的东西都收进空间中，随后穿过街道，直接去了附近最近的超市。因为鼠灾来得突然，好多人都没来及的囤货，所以超市还有大量真空包装的食物。趁着还没人来管理，我直接偷摸进去，把那些没有被老鼠破坏的东西全部收进空间内，尤其是饮用水，能装的我全部都装走，并在柜台的一个隐秘位置留下纸条和现金。离开超市时，外面下起了像喷雾一样的雨水，看着漫天飘雨，我不禁皱起了眉。果然又提前了，我赶紧又去其他超市，把能买到的水全部收进空间。刚准备把东西收进空间，却撞见回来清点财务的老板，我急忙停手，从兜里掏出现金。正好你回来，这些水我买下了。老板好奇地看着我，又看看我身后堆放的40个5升装的矿泉水桶。小姑娘，你买这么多水啊？现在老鼠不是已经都被消灭了吗？我笑道：“我是前面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，这是物业买来要免费发放给住户的。”老板恍然，立马笑着刷卡。那你们物业还挺不错的，我给你打个9折吧。我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，直接刷卡付账。这么多水，你也没开车，你怎么搬回去啊？现在可没人送货。老板再次疑惑地看着我，我随手一指：“劳烦您帮我一块搬到隔壁的巷子里吧，一会儿会有人来接我的。”老板也挺痛快，直接拉着小推车帮我挪了出去。等老板走后，我直接将水收进了空间中，快步离开。随后我捡了一个自行车，又往更远的超市去，继续购买桶装水。此时外面依旧飘着像喷雾一样的雨水，街道两旁的人似乎都没把这场雨当回事，而是继续享受着当前的自由与解放。我随后又逛了好几个超市，新鲜蔬菜是买不到了，那就买点维生素来代替也行，万一我先前囤蔬菜吃完了也能应急。我又去了药店，随便买了些维生素，因为不是管制药品，所以店员没有怀疑，直接拿给了我。等我转了一圈开始往家赶的时候，发现道路两旁先前关闭的店门此时都在陆陆续续开门进行清扫工作。我谎称没有买到水，又在那些店里买了水，眼看没什么东西能买的了，我这才快马加鞭往家赶。回到小区时，物业正在配合救援队的人抢修线路，告知我电梯明早就能用。我点了点头，便往自己的单元楼走。楼梯间的尸体不知何时已经被清理干净，不得不感慨，救援队的办事效率真是速度。刚离开楼梯间，我竟然看见周浩坐在门口，我顿时愣住。周浩此时抬起了头，只见他脸色苍白，双眼布满血丝，看起来疲惫不堪。他的衣服上沾满了灰尘和污渍，还有零星血迹挂在身上。见到我来，他立马站起身，苦笑着：“敏敏说你没回来之前，谁敲门都不许开，我就在这里等你。”我心中五味杂陈，既惊喜又欣慰。
也不知怎么得就哭了起来。我刚才在站点打听你的消息，他们说不认识你，你也没回我的消息，我以为……说了2句，我便哽咽了起来。周浩看出了什么，走向我，刚要伸出手，却下意识的又缩了回来。谢谢你了，一直替我照顾敏敏，这段时间为难你了。我苦涩一笑，随即摇了摇头。我俩就这么站在门口对视了许久，谁都没开口说话。突然我想到了什么，指着他的家。你家被老鼠给破坏了，估计屋子里全是病毒，但是水源应该还是干净的。你先回去看看，洗个澡，换身衣服，然后再来见敏敏。周浩看着狼狈的自己，傻笑着挠了挠头。也好，那我回去看一眼。说罢，他便转身往家走。突然又想了什么，转过身看着我。这个你看一下，要不要？他竟然从怀里掏出了一只小狸猫，我忍不住激动了起来。哪来的？好可爱！我刚想摸摸那可爱的小东西，周浩赶紧缩回手。还不能摸，我得给它洗洗，顺便消消毒。周浩看着怀里的猫，一脸柔情。这是我出任务在路上捡的，它的家人都被老鼠给吃了，我在老鼠嘴里把它救下来的，它没有被感染，所以一路都跟着我。看着这个鲜活的小生命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那就留下吧，也算劫后余生的希望了。周浩点了点头，便转身回去了自己家里。我赶紧打开家门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敏敏。敏敏兴奋地一直站在门口等着周浩来敲门。我则进厨房准备今晚的大餐。周浩没过多久就回来了，他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看起来精神了不少。敏敏看到他，立刻扑了上去，嘴里喊着哥哥。周浩抱起敏敏，眼里满是温柔。我站在一旁，看着他们兄妹俩亲密的一起逗小猫，心里也暖洋洋的。晚饭我准备炖红烧排骨、红萝卜炖鸡汤、鲜蘑菜心、辣炒包菜。周浩看见这一桌子菜都惊呆了。天哪，你哪来的这么多吃的？还有新鲜蔬菜？我笑着说，是预制菜。饭桌上我们聊了很多，周浩说起他在外面的经历，那些与老鼠斗智斗勇的日子，听得我和敏敏都紧张不已。而我也把在家里的情况告诉了他，包括赵倩倩的事。周浩皱着眉头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：你真勇敢，至少比我想象的要勇敢得多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什么，上一世什么都经历了，所以这一世不勇敢也得勇敢起来才行。吃完饭，我把从站点领来的物资和在超市买的东西都拿了出来。周浩看着这些东西有些惊讶。你领了这么多啊？我尴尬一笑，因为刚好有名额，我就把你跟敏敏的一块领回来了。发放物资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细问，不要白不要嘛。周浩无奈笑道：放心吧，已经安全了，医院马上就会重新运作，这些东西不需要了。我顿了下，不自觉看着外面阴暗的天空，漫不经心地说道：未雨绸缪总是不错。周浩没有怀疑什么。接下来的3天，喷雾式的雨水变成了小雨。敏敏还是住在我这里，周浩则在家里整理东西，顺便做全面消杀。街道上的人们也都忙碌起来，城市似乎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。大家都忘了这场末日还没结束，只是偶尔有主播会在直播的时候提起那个所谓的末日，但如今生活正在步入正轨，也就没人再去讨论这件事。趁着所有人放松戒备的时候，我又出门购买了大量的新鲜蔬菜和食物。接下来最重要的是水源。虽然我家有独立水电，可连接的也是城市用水，很快水源就不能用了，而且会一直缺水。我没办法跟周浩说出自己是重生者，只能把他和敏敏的那一份也准备好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段时间跟他们接触，说没感情也是假的，至少出事时身边还能有个帮手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没办法购买枪支，而周浩却能轻而易举地拿到，我还需要周浩帮忙才行。然而就在倒数第2天的时候，天上的小雨突然转为大雨，而且始终都没有停止过。由于大量的老鼠尸体被掩埋进地下，再加上雨水渗透，城市用水很快就检测出了污染元素，所有人都开始出门购买大量的饮用水。我坐在客厅里陪着敏敏堆积木，眼睛一直关注着新闻里的动态。现在救援抢险队的人正在抓紧时间处理水源，提醒市民随时都会停水。大家都没把这件事当回事，只是外出吞了少量的水。而我买了1000个大容量的水桶，开始每天都去供水点接水，这些水是专门用来冲厕所的。我还购买了10几个净水装置，自己手动安装在水源的接口处，这些净化过的水可以用来洗漱。眼看着物资囤的差不多了，我就不再外出，免得频繁出来进去反倒惹人怀疑。然而就在傍晚时分，小雨突然转为了倾盆大雨，不到9点，军事新闻便播报城市水利系统瘫痪，让居民不要外出采办，会有专人为他们送物资。此时网络上也出现了不一样的言论，大家开始再度紧张了起来。我吃着薯片，计算着时间，如果鼠灾的时间提前，那暴雨末世也会提前，甚至会比之前更加凶猛。周浩回来时全身都湿透了，他皱着眉头说道：外面的情况不太对劲啊，很多地方已经开始积水，救援队的人说地下掩埋的老鼠尸体可能污染了土壤，现在连地下水都不能用了。
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这些消息对我来说并不意外。看来你买水的想法是对的。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咱们的储备情况？周浩问了一句，我摇了摇头，没说。现在大家都开始紧张起来，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们囤了这么多干净水源，反而会引来麻烦。周浩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说道：想不到你比我这个专业人士还要谨慎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难熬，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计划。我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雨水拍打着玻璃，发出密集的声响。街道上的灯光在雨水中显得模糊而昏暗，偶尔有车辆驶过，溅起大片水花。不用太担心，我轻声说道，我都准备好了。周浩走到我身旁，目光同样投向窗外，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好像比任何人都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我没有回答，转身看向客厅里的正在和小狸猫玩耍的敏敏，对周浩说道：你要信我，从现在开始别出门了。周浩轻叹一口气，无奈地笑道：队里让我们紧急集合，我可能马上就得走了，所以敏敏。周浩，我一改往日的态度，严肃地对周浩说：你自己的妹妹你自己照顾，我帮得了你一时，能帮你一辈子吗？天灾人祸救不完的，人偶尔自私一点没什么不好。周浩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面子上有些尴尬。我知道给你添麻烦了，可我有我的工作和职责，有些事别人可以不做，但是我不能不去做。我看着周浩，依旧面无表情。我知道我说什么都不能阻止他的使命感。就在这时，天灾末日发来了提示：新一轮末世天灾末日开启，副本地球天灾洪水，时长7个月。周浩看我的眼神从一开始的坚定变成了惊讶错愕，我却一副早已料到的模样。此时外面的大雨在一瞬间变成了暴雨，伴随而来的还有不亚于台风级别的狂风。呼啸之声传入耳中的那一刻，周浩的手机也随即响起。就在周浩打算接起电话的时候，我直接抢过他的电话，拉开窗户扔了出去。你！周浩顿时傻眼，我转而看向他，指着屋子里什么都不懂的敏敏：你选你妹妹，还是选择去对抗天灾？周浩愣住了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我继续说：如果你有事，我会把你妹妹给扔出去，我没义务照顾她，你自己选吧。如果你决定保护你妹妹，就麻烦你现在去把你家的物资全部搬到我家来，速度快一点。说罢，我便不再搭理他，转身走向敏敏，陪他一起和小狸猫玩。周浩无语，只能暂时按照我说的做，把他家的东西全部搬到了我家。就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我开启了大门的双层防盗锁。可落锁声响起的那一秒，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撞门声，紧接着就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：我是你们楼下的，我看见你们搬了很多水回来，卖给我一点水吧，家里有孩子等着喝奶粉，求你了。周浩刚要说什么，我一把捂住他的嘴，低声说道：楼下的邻居我知道，没人生小孩，你不要被骗。周浩一时无所适从，只能乖乖听我的话。我打开猫眼，冲门外喊道：我家也有孩子，而且我老公刚从救援队回来，他被老鼠咬了，队里让居家隔离，所以不能给你开门，你去别家吧。听到这话，女人顿时吓得脸色苍白，赶紧转头去敲周浩的门。她喊了一会，见没人应答，就匆忙从楼梯间离开。看来电梯又停电了。我和周浩对视一眼，纷纷尴尬了起来。周浩突然有些羞涩地问道：你老公刚从救援队回来？我顿时心慌，赶紧绕过他，漫不经心地说着：权宜之计罢了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周浩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我不爽地看着他，再次说道：你给了一个人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来要，到时候免不了就是哄抢局面，所以干脆一开始谁都不给，这才是最好的。周浩回过神，轻叹一口气，只是冲我点了点头。我心里盘算着，只要周浩能踏踏实实地在家里待上3个月，我就告诉他我的身份还有空间的事。如果他待不住，那就算了，没必要费心救他。第二天暴雨越发大了起来，天上的水像是往下泼一样，很快就把小区地下室给淹了。我看着群里物业发来的信息，让大家都去车库把车转移到地势更高的位置。网络上的消息又回到了之前暑灾时候的紧迫，可现在网络信号变得极其不稳定，刷着刷着就刷不动了。周浩把自己的手提电脑放在我面前，说道：看这个吧，内部军事专用网，用的是卫星信号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吃下一口手里的辣条，直接调出一个页面给他看。那是个博主发来的视频，视频只有6秒，记录了自己被一群壮汉抢劫的画面。7、8个壮汉把他家拆了，能带走的全部带走，还把他暴揍了一顿。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家，那我和敏敏会面临什么？不用我跟你解释吧？周浩本来还愁眉不展的看着视频，听见我的话，立马心虚的看向我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见他无话可说，我继续翻看着网上的帖子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，像刚才那样的视频开始变多了起来。有人将其记录整理，希望灾难过去之后，有关部门可以严肃处理。此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周浩缓缓开口道：暴雨要经历7个月，你囤的那点东西我看了，顶多够3个月，我早晚都要出去的。
我笑道：“3个月后，自然会有神仙给咱们送吃的，你不用担心。”神仙？周浩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还伸手摸了摸我的脑门。你也没发烧啊，怎么会说病话了？我反手打开他的手，我做梦的时候，神仙的告诉我了。周浩再次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可很快就又皱起了眉。我忍不住靠近他耳边，低声说道：“我给你个机会出去，怎么样？”什么机会？我盯着他放在沙发旁边的一个黑色背包说道：“你把配枪留给我，我让你去当英雄。”那怎么行？周浩立马言辞拒绝。虽然是天灾人祸，可要是枪走火打死了人，你是要负刑事责任的，不能给你。那就是没得商量了。我抿了下嘴，无奈耸肩。既然如此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要是你离开这里后，我和敏敏遇到入室抢劫的，我先把你妹妹推出去。你……周浩立马无语。你拿我妹妹威胁我？我冷笑一声，我可是个小人，而且我这个人说到做到，心狠的一批。大难当前，人能不为己？你要是不想你妹妹有危险，就按我说的做，别耍花样。周浩看着我，只顾无奈的笑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果然，当天晚上，新一轮的骚扰出现了。那些离开家去开车的人，自己家的东西都被一抢而空。此时，小区群里有人发出消息：所有人听着，家里有物资的最好每家每户拿出1半物资，不拿的就别怪我们手里的刀不长眼了。说罢，还发出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有男有女，大概是7、8个人，男的个个孔武有力，女的则穿着性感。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掂着各式各样的刀具。此时群里炸了锅，纷纷将自己的昵称修改，不敢让对方知道门牌号。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这是要抢劫吗？就是，当心我们报警！太无耻了，自己没囤到吃的，还想抢我们的，你们怎么不去死啊？我看之前抢劫的事都是你们干的吧？大家把聊天记录截屏保存，到时候发给警察，抓他们吃枪子儿。那些人再度回复道：有种，我知道你家在哪儿，现在就过去，你最好乖乖开门。然后就拍了一张2号楼1单元的门洞入口照片。我不由得一惊，这不是我的单元吗？简直无法无天，我就不信没人治他们。周浩当即站起身就往门口走，我平静地朝卧室里喊着：敏敏快来，你哥哥要带你出去玩滑滑梯。周浩立马停下脚步，转身诧异地看着我。下一秒，敏敏直接从屋子里冲了出来，她一脸兴奋地拉着周浩：好啊，敏敏想去玩滑滑梯，姐姐一起来啊。姐姐恐高，玩不了滑滑梯，你跟哥哥去吧，早点回来。说罢，我继续吃着手里的零食，看着傻眼的周浩。周浩顿时无语。敏敏开始兴奋地穿好鞋子，还不忘拿上自己的洋娃娃一起。敏敏，咱们不出去，姐姐跟你开玩笑呢。等雨停了，哥哥带你去动物园，好不好？敏敏顿时一脸失望，愣是看着自己已经穿上了一只鞋子发呆，不由得撅起小嘴，一脸不开心地看着周浩。周浩看向我，对我疯狂地使眼色。我挑眉暗笑，拿起手机翻开始关注群里的消息，不想搭理他。周浩没了办法，只能抱着敏敏回到卧室，给他讲了1个小时的故事，才把他给哄睡。你也太无耻了吧！周浩冲出卧室，一手指着我的鼻子吐槽：我给讲了3遍白雪公主的故事，他才愿意睡。我扫了他一眼，把手机递给他，看吧。周浩接过手机，顿时眉头不展。原来照片里的人数并不是他们的实际人数，他们足足有20几个人，成群结队的扫楼抢劫物资，目前正在我这栋楼的10层位置，很快就会到达我门口的。你一个人单挑20几个，不是我看不起你，你要是输了，他们就会知道我在哪里，杀到我这怎么办？我一脸严肃地看着周浩，周浩无言以对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在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也不能就这么等着他们上门吧，我还是得出去面对啊。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甘和焦虑，我耸了耸肩，慢悠悠地嚼着嘴里的零食。你还真是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现在硬拼肯定不知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知难而退。说完，我看向他，指着门口的猫眼位置。你现在就去猫眼的位置盯着，看见他们出现就疯狂的大声咳嗽，我保准他们不敢敲门。周浩一愣，显然对我的提议有些犹豫。这算什么意思啊？按我说的做，是什么？不行你再冲出去送死，顺带着让他们冲进来，把我和敏敏也宰了，咱仨正好一块去投胎。你……周浩顿时无语，虽然一脸不爽，却也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。笑完之后，便站在门口的猫眼处，紧紧盯着外面的动静。我则悠闲地刷着网剧。来了。周浩的声音猛地响起，下一秒他就开始大声地对着猫眼咳嗽。他演的还挺像，还知道循序渐进，越来越激烈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周浩停止了咳嗽，赶紧兴奋地走到我面前。他们真走了，连门也没敲，为什么？我笑道：你忘了之前来买水的那个女人吗？她是咱们楼下的。周浩不解，什么意思？跟她有什么关系？
他先前来买水，我没开门，他必定怀恨在心。如今碰上抢劫的，肯定想算计他们一把，就会说我这里有很多物资，让他们来抢。其实就是想让他们冲进来，好感染病毒。那些人也不是傻子，听见屋里这种动静，吓也吓死了，自然不想惹麻烦了。周浩顿时一脸钦佩地看着我，你还真是厉害啊！可你怎么就能确定是楼下那个女人所为呢？我冷笑一声，把手机聊天记录给他看，果然，敲门之前的最后一个房间就是楼下那个女人的家。那群人现在又折返回了女人家，正在闹事呢。而且他们在群里说我家有人感染了鼠疫。周浩也忍不住冷笑起来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暴雨倾盆，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。我每天都在家里做美食给周浩和敏敏吃，而周浩则趁着外面没人的时候，把自己家能搬的东西全部搬到了我家，并将自己的房门打开，制造成已经被抢劫一空的假象。他现在每天都在阳台上练拳击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看着他已经逐渐踏实下来，我的心也安分了许多。有他这个保镖在，每天晚上我都睡得异常安稳。很快，官网的消息开始在网络上刷屏，洪水彻底爆发，地势低的城区已经完全被淹没，救援队如今处于失联的状态，华裔都牺牲了。有人在整理阵亡将士的名单，并实时更新，全民哀悼。不过3个月的时间，政府应急措施已经到达顶点，外面的积水将小区10楼以下的住户全部淹没，很多人都在房顶搭帐篷存活，并等待救援。望一眼窗外，还能看到有不少尸体漂浮在水面上。周浩正看着官网上的牺牲人员名单，有不少眼熟的名字让他的拳头紧紧握起，双眼通红。他心中的火和绝望正在一点点的堆积，可他根本没有办法阻止灾难的残酷。他也深知，即便是当时出去了，自己也只会死在外面。我泡了一桶香辣牛肉面，放在他手边，希望他能分分心。周浩却一手推到我面前，说道：“你吃吧，我不饿。接下来咱们要节省一点，不能像之前那样，不然很快就会没吃的了。”我暗自叹出一口气，不禁有些心疼他。这几天他发现冰箱里的食物正在减少，没吃2口就说自己不饿，把吃的分给我和敏敏，自己饿的时候就喝一杯糖水充饥。上一世，我被亲人背叛舍弃，亲生父母对我弃如敝屣，何曾管过我的死活？想不到这一世，周浩反倒比我的父母对我还要关心。我再次把泡面推给他，轻声说道：“你吃吧，我这还有很多吃的，你不用故意节省口粮。”周浩没有看我，回应道：“你有多少口粮我还能不知道啊？要是你自己一个人，尚且能活好久，可如今加上我和敏敏，你自己也吃不饱。别管我了，饿几顿没事的，你赶紧吃，不然浪费了。”听到他这话，我心里暖暖的，便觉得时机已然成熟。老神仙昨晚来了，我忽地开口。周浩立马无语地看向我，不信。我冲他勾了勾手指，随即站起身，跟我来。周浩愣了一下，但还是跟了过来。我打开冰箱，里面果然有满满的蔬菜瓜果，拉开下面的冷冻层也是满满的冻肉鱼虾。周浩傻了眼，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吃食。这不可能啊，冰箱3天前就空了，这些东西哪来的？老神仙给的啊。我微微一笑，眼神中透着几分狡黠。老神仙说让你放心吃，养精蓄锐，好保护我和敏敏的安全，这是他奖励你的。周浩无语，瞪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犹豫半分，最终叹了一口气，还是把那戒指空间的事告诉了他。如今戒指已然认主，即使他夺过去，他也拿不到里面的东西，只有我才能拿到。周浩顿时恍然大悟，明白了所有事。我还在想，你为什么大吃大喝的，毫不担心食物会吃完，原来你还有个随身空间啊。看着他像个傻子一样惊讶的表情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现在不担心了，赶紧吃泡面，一会儿凉了。我话音刚落，周浩的肚子立马发出咕咕的叫声，直接指着冰箱的菜，不要脸地说：“有这些，谁还吃泡面啊？咱俩吃火锅吧，这几天把我饿够呛啊！”啊！不等我说什么，周浩直接把菜拿出来，开始备菜。没一会功夫，火锅里的牛油辣汤就滚了起来。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模样，我欣慰笑着。一开始我还担心周浩听到这个消息立马会提高警惕，也担心他会抢我的物资。要是打起来，他那壮硕的肱二头肌一下就能把我的脖子夹断。看来是我多想了。随即我又把自己是重生者的信息告诉了他，以及这一次的末日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地方都和盘托出。周浩从一开始的惊讶、错愕、疑惑变成了接受、相信、同情、心疼。那天晚上吃着火锅，我们俩聊了一夜，互相交了底。那也就是说，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，洪水就会自己退下去，然后就是大旱了。不止，暴雨结束之后，水源告急，死伤无数，新一轮的瘟疫会很快到来。大旱天灾的时候，不但所有的水会蒸发，植物也会枯萎。咱们必须趁旱灾来临之前去一趟乡下，看看能不能采购大量蔬菜种子，然后还有土壤和化肥。我打算在空间里种菜。我们还得买一些肉类和鱼虾。现在是3个人，
所以物资囤货的数量必须翻倍储存，以防万一。我死的时候，末日还没有结束，最后结果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但咱们得做好所有的准备。周浩若有所思。你的空间不是时间静止的吗？那种子怎么发芽？我笑道，现在能种菜了，因为我开启了新的权限。就在我扛过鼠灾末世的时候，空间就开启了新的权限，时间静止划分区域，有一小块地方不但时间不会静止，还可以加快。我猜是空间给我准备应对高温末世的防御机制。周浩随即点了点头。行，这些交给我来搞定，等洪水一退，咱们就出发。我顿时有了希望，可心里还是忍不住打鼓，谨慎问道，周浩，我必须告诉你，这个戒指除了我谁也用不了，你想跟你妹妹活下去，咱们就得绑在一起，你不会……周浩看着我愣了，随即露出一个苍白的笑容。你不相信我，我可是根正苗红，这点信誉总归还是有的吧。我低下了眼，上辈子发生的事还历历在目，这一世我提醒过自己，谁也不能相信，尤其是人性这种东西，更加不能相信。周浩深叹一口气，放下手中的碗筷。你放心，这一世我保护你。我看向周浩，露出一个微笑，轻轻点了点头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序。我负责每天做好吃的，敏敏负责把猫咪养好，周浩则负责安全，并且每隔3天就会出门扔一次垃圾，避免有病菌。周浩似乎彻底打消了外出救援的想法，每天训练的强度在逐步递增，时时刻刻关注官网的信息，查看洪水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开始查地图，规划一条最快的路线去乡下采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外面的世界越来越混乱，但群里的消息也越来越少，看来都死得差不多了。但是在我们的小屋子里却是一片安宁祥和。退潮了。我正在厨房做饭，突然听见周浩一声惊喊，他赶忙拿着笔记本走向我，指着官网信息说道，洪水已经有退下去的迹象，救援队的人发来消息，他们正在前线抢险。我看着时间，不由得担忧，比上一世提前了2个月，看来咱们的计划也得提前。我得出去了，前往一线参与救援。我看着他，没有回答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把你的事说出去。这一次出去，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，咱们要去乡下，也得有交通工具，不能走着去吧？你相信我，你去吧，但是要吃完晚饭才能出去。周浩站在我身边，始终没有离开。现在洪水已经退了，很快政府就会发放物资救援，那些人会消停一些的，暂时不会有危险。我知道。他一边急切地解释着，我也认真听着，并点头回复着。晚上这顿饭最开心的只有敏敏，因为我们会马上带她出去好好玩一趟。安顿好一切，我把周浩送到门口，周浩把武器给了我。咱们说好的，我要是离开就把枪留给你，等我回来。握着手里的武器，我忍不住流下眼泪，在他的怀里塞进2包肉干。抗洪抢险也不是完全没有危险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敏敏就交给我，放心，我知道你不是自私自利的人，所以肉干给你准备了2份，1份你自己吃，1份你跟你战友分着吃，别把自己的给其他人。平安回来。周浩也忍不住红了眼眶，他在接过那包肉干的时候，紧紧握住我的手。我一定平安回来。说罢，他直接转身冲进了楼梯间，我则迅速回到屋子里，锁好大门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事情发展得很顺利。大雨在周浩离开之后就慢慢停了下来，水位也一天比一天低。不少人在网络上开启了劫后余生的言论，都在期盼这场末日的结束。我一边收拾着即将出行的行李，一边翻看着周浩留下的计划书和路线图。不知道银行系统有没有瘫痪，我还能取出钱来吗？如果有现金，那到了乡下会更加方便一些。除了一些常备衣物，我还把隔离服和便携式氧气瓶也一并带上。不确定能不能在高温末世之前赶回来，所以必须做好高温防备。现在我还需要考虑一件事，如果周浩能搞到一辆车，我是不是还得买一些车辆上使用的装备？还有那些种子和土壤也需要有恒温箱储存，不然抵挡不住高温，很快就会烤熟变成废物。写下完整的计划书，如今就剩下等待周浩回来了。抗洪抢险的新闻开始在网络上刷屏，有些主播更是到一线去做了实地记者，这反倒让我能得到最新消息。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，地面的积水已经完全退去，小区偶尔能看到有人在捡拾东西。姐姐，水是不是退了？咱们什么时候出去玩呀？我抱着敏敏站在阳台的窗户上看着外面，敏敏开始变得兴奋。很快，等你哥哥回来，咱们就出发。我话音刚落，电话手表就响了起来，我赶紧按下接听键。我马上到家，你收拾好了吗？咱们准备出发。我顿时激动不已，赶紧应声。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你电话了。周浩在电话那头笑了笑。半小时到家。挂了电话，我赶紧把东西都收拾整齐，码放在客厅里。我把敏敏拉到身边，对她嘱咐道：敏敏，一会儿出去遇到人，如果有人问咱们这是要去哪，你就说去姐姐的老家看望姐姐的妈妈，千万不能说咱们是出去玩的，好吗？
敏敏虽然疑惑不解，却十分坚定的点头。很快，大门有人敲响，我趴在猫眼上，一下就看到了周浩脏兮兮的脸，顿时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打开门，我的笑容僵在了嘴角。他满身泥污，脏得像在泥里滚了一圈一样，额头上一个拳头大的擦伤，触目惊心。我心疼地看着他，你的伤？周浩笑着摇头，没事儿，小伤。不过我得洗个澡，咱们得拿个水桶把车擦一下，顺便消杀。进屋之后，周浩直接进了洗手间，我给他拿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在门口等着他。还顺利吗？我好奇地发问。周浩在里面喊道，不是太顺利，不过也还好。但是下一秒，周浩直接拉开门，只穿着一条内裤出现在我面前。欣赏他有型的肌肉线条之余，我发现他浑身上下全是擦伤和血痕，又不由得心疼起来。周浩一边穿衣服一边说道，水是退了，但是发现大量的死物。像你说的，疫情估计很快就会发生，咱们得赶紧离开，不然任务下达我就走不了了，还得去抗疫。我点着头，淡然说道，上一世高温末世温度最高点是55度，但我觉得这一次恐怕会更高，病菌都会被烧死的。周浩深叹一口气，可是烧死之前的瘟疫也是个危险信号，咱们离开反而有好处。等周浩收拾好之后，我们俩带着敏敏离开了家。我和周浩在楼下用清水混合酒精擦拭那辆好不容易搞来的旧皮卡，虽然车况一般，但好在还能开动。周浩一边擦一边说，我跟队里说，你老家还有亲戚，得赶紧去那边救援，他们没怀疑。你跟敏敏说好了吗？别一会儿遇到熟人说漏了。我回应着，放心吧。敏敏此时兴奋得像只小鸟，不停地围着我转圈，嘴里念叨着要去姐姐的老家去见老奶奶。我把她的小背包又重新整理了一遍，塞进了几包零食和一瓶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当我们三人终于坐进车里时，周浩启动引擎的声音让我心里莫名踏实了许多。车子缓缓驶出小区，外面的世界显得格外陌生。街道两旁堆满了被洪水冲毁的家具、电器，还有一些废弃的车辆横七竖八地停在路上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腐烂的气味，让人忍不住皱眉。咱们直接走，还是买点东西？周浩握紧方向盘，目光专注地盯着前方路况。找个户外用品店，买点车载设备，冷藏箱还有恒温箱，氧气罐还要再买一些，另外再买一些防暑和降温的车用设备，还得去银行看看能不能取点现金。听着的话，周浩忍不住笑起来。你想的比我周全啊，看来在家没少忙活。我无语地瞥了他一眼，把提前查好的店铺路线图指给他看。很快，我们在一家户外用品店里买到了所有的东西。因为被水泡过，老板直接送给了我们。我担心设备泡水发挥不了作用，周浩却说自己修理电器有一手，让我不必担心。之后我们又去药店买了防暑贴、风油精、藿香正气水和速效救心丸，正好碰到一家银行正在清点。周浩利用自己救援队的特殊身份取了钱，我们就迅速赶往乡下。行驶了大约6个小时，我们来到了郊区的一片农田附近。这里的积水尚未完全消退，但已经有农民开始尝试修复受损的田地。周浩将车停在一个隐蔽的地方，带着我和敏敏去村民那里购买种子。农户把种子提前封入了地窖，我们直接用高价购买了20斤蔬菜种子、20斤番茄种子、20斤玉米种子，几乎把能买到的都各买了20斤，直接收入到了空间中。与此同时，车辆里的温度计显示当前温度为30度。之后又去往地势更高的地方挖了不少土壤，但是化肥没有买到。我们俩商量之后决定自给自足。周浩甚至还买了一台小型的手摇播种机，说是更方便一些。就在我们刚把种子和土壤装进空间时，天灾末日的提示音在耳畔响起。新一轮末世天灾末日开启，副本地球天灾旱灾，时长12个月。我和周浩立马对视一眼，赶紧带着敏敏开始返程。一上车，温度计先是35度。这一次高温末世不但提前来临，还比上次升温的速度要快了1倍。我记得是末日开启1个月温度才上升至35度，可眼下温度还在一点点上升。我直接将温度计扔了出车窗外，万一爆炸那就麻烦了。一路上我们一共加了7次油，在40度左右的时候回到了家里，打开空调，顿时与外界隔绝开来。周浩看着手机里的信息，队里让他暂时留守，目前温度太高，不能外出。政府已经停止一切户外救援活动，让大家保存有生力量。之后的每天温度都在成倍增长。敏敏在家吃喝玩乐，我和周浩则在空间里开始耕种拿回来的种子。暴雨末世结束后，我又获得了新的权限。我发现有一块神秘区域，但是使用规则空间没告诉我。但眼下忙着种菜，我也没时间去琢磨。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外界温度直接飙升至50度，城市陷入了完全的瘫痪，再也无法收到外界任何的消息。网络上更是一片死寂。这么高的温度，估计电路早就烧化了。有人在军网上发帖说政府正在修建地下城，让我们往北边转移。我正在切西瓜，周浩拿着电脑翻消息给我看。我瞥了一眼，无语道：50度的高温，你确定咱们能走到地下城吗？周浩撅起嘴：是我不严谨了，
我主要是担心这玻璃会被晒炸，看这样子温度还会升高，1年的时间怎么熬啊？我递给他一块西瓜，想了想，再等等吧。上一世直到55度就基本上维持住了，这一次我的玻璃应该能承受得住吧。周浩接过西瓜，咬了一口，清凉的汁水让他稍微放松了些。他抬头看向窗外，炽热的阳光仿佛要穿透玻璃直射进来。家里的空调这2天都有些功力不足，如果温度继续上升，空调会不会罢工？他忽然问道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。我放下手中的刀，擦了擦手。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至少半年没有问题。但如果高温突破55度的话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回到客厅时，敏敏正趴在地板上逗猫玩。小猫懒洋洋地翻了个身，似乎对这个炙热的世界毫无兴趣。姐姐，为什么外面这么热啊？他扬起脸问我，眼睛里充满了疑惑。因为太阳公公太调皮了，他把所有的热量都洒到了地球上。我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，用尽量轻松的语气回答道。周浩从电脑前抬起头，插话道：其实也不是完全没办法应对，我们可以尝试制作一些简易的降温装置，比如利用蒸发原理来降低室内温度。那水泥墙会开裂的。我毫不犹豫地阻止了他的想法。那冻点冰块。周浩再次说道。我吃下一大口西瓜，脑海里飞速旋转。那得冻多少冰块啊？冻得急吗？试试呗。周浩擦了一把嘴。咱们把冻好的冰块放在时间静止空间里保持，然后陆续冻更多的冰块。我觉得他的主意虽然有点耗时耗力，可多少还是有点想法。话语间，我和周浩就忙活了起来，先把肉类放进空间，然后把抽屉灌满水。可由于外界温度太高，硬是用了2天左右的时间才把冰块给冻透。我俩又赶紧把冰块搬进空间，这一趟下来，累不说更热了。可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竟然在空间里感觉到了冷风。你有没有觉得有风？我好奇地观察着四周，这里怎么可能有风呢？好像是那里飞出来的。我赶紧把手伸进去，竟然真的觉得很凉爽。你看那些冰块，那些冰块上开始散发白色的雾气，一股看不见的风正吹着那个雾气离开空间限度传导到房间里。我明白了，快，咱们把冰块搬到那个神秘空间去。我也跟着他屁股后面开始挪动剩余冰块，果然，冰块进入神秘空间之后，立马有凉爽的风吹了出来。我赶紧回到屋子里查看温度计，室内温度从33度下降到了29度，眼看有效。我和周浩又冻离抽屉的冰块，一起放进冷风空间，屋子里的温度很快就下降到了19度。看来只要增加冰块的数量，就可以降低温度。这下空调能歇歇了，我真怕它烧了。它烧了不要紧，我怕玻璃炸了。外界温度高，室内温度就不能相差太多，不然玻璃真的会炸掉。我觉得维持在26度左右就可以。等外面的温度升高之后，咱们再陆续少量加，以防万一。好。说罢，我俩又把冰块一点点挪出来，砸碎了正好拿来喝啤酒。今晚上我们吃了凉拌海蜇、地三鲜、生鱼片寿司，还有红烧肉煲仔饭。2个月后，外界温度上升至了55度，暂时维持不下，而我们的屋子里从26度上升至28度，不凉也不热，刚刚好。与此同时，周浩也开始研究如何改进现有的设备，以适应高温之后的极寒的末世。半年之后，真的有人找到了地下城，并在官网发出救援信号，武装部队出发前往各个城市展开救援。而这一次温度一直维持在55度，并没有再上升，直到临近年关的时候，温度突然发生了跳崖式下跌，之后的每一天都以5度左右的温差开始下跌。互联网似乎又活了过来，应该是地下城里发出的信号。我推算着时间，7天之后我们就可以离开屋子了，又比上一世提前了。那温度应该会以5度的温差继续下降。等温度下降到35度的时候，周浩离开了家，开始采购接下来防寒的用具。他回来的时候也带回来一个残酷的消息，外面已经看不见人了。我们用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对房屋进行了加工，安装了保暖层，温度下降的速度很快，转眼就到了零下10度。天灾末日发来提示，新一轮末世天灾末日开启，副本地球，天灾极寒，时长6个月。我愣住了，看向周浩，时间变短了。周浩想了想，大概是没什么人了吧。我缓了一口气，大口喝着排骨汤。我们利用空间冷热风的原理，把冰块换成了烧热的开水，现在室内温度维持在28度左右。周浩还换了一套窗户，冷热交替，即使是钢化玻璃也不可能承受，他干脆打了钢板，直接将窗户封了起来，只留下一个小小的透气口，方便空气流通。我和敏敏则吃着火锅，撸着猫，看他一个人忙活。等到所有的东西都准备齐全之后，温度也随之降到了零下30度。我们3个人窝在沙发上，一边喝羊肉汤，一边刷短剧。2个月后，温度下降到了零下40度。外面的街道上覆盖着厚厚的冰霜，很多建筑都冻裂了，随即倒塌。可砸在厚厚的雪面上，只扬起了一层白色的积雪。我和敏敏在客厅里玩着积木。
周浩则在一旁摆弄着他已经坏掉的游戏机。忽然，他叹了一口气，直接把游戏机扔进了垃圾桶，扭头看向我们俩，彻底报废。早知道就不该省钱买个低配的了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要不咱们出去转一圈？我忍不住开口。周浩立马双眼灼灼放光。出去，外面零下40度，会冻成冰块的。我神秘一笑，走到储藏室，拿出了一套极寒防御服放在地上。你里面裹上5层锡纸，再加上暖宝贴，小腿上放2个暖水袋，出去1个小时应该不成问题。看着防御服，周浩傻眼了，嘴角上是止不住的笑脸，一脸惊喜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是他的救世主一般。可随即又收回了笑容。只有1套。我撇了下嘴，买的时候也没想到你啊。周浩看着防御服，陷入沉思，良久才仰起头看我。要不咱俩轮流出去？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你自己去吧，看看外面还有什么东西能拿的。我把戒指给你，你可以装东西，但是如果坚持不住，你一定要赶紧回来。还有，我郑重其事地说道，不许带人回来。他这个性子，看到幸存者一定会忍不住救援，我是一点也不放心。周浩当即答应，就开始穿上厚重的防护服，带上必要的工具和武器。打开门的瞬间，外面的寒冷超乎想象，即使穿着多层保暖衣物，也难以抵挡那刺骨的寒风。周浩离开之后，我赶紧关上了门，转身进入厨房，开始准备烤肉。敏敏抱着小猫，搬着凳子站在阳台上，透过那个小气口观察戴着头盔的周浩，很快就发现周浩步履蹒跚地从小区走过。敏敏赶紧喊我，我快步走到阳台查看，顿时心里松了一口气，还好真的没带人回来。路过楼下时，他还朝我的方位比了个耶，这算是我们的暗号，确定他是本人。周浩敲门时，烤肉正好端上桌，我开了2瓶啤酒给敏敏做了奶昔。外面要冷死了。脱下头盔的周浩猛打一个寒战，尽管穿着防寒服，可他的头发上全是冰霜。我在浴室给他提前放了恒温水，让他先泡一会恢复体温之后再慢慢加热水。洗好澡出来，他将今天的战利品拿出来，那是一套全新的末日装备，还有台式电脑。除此之外，还拿回不少罐头和压缩饼干。我路过一家超市的时候，好像听到有人的声音了。周浩吃下一大口肉，但是我没去查看，所以不确定是不是有人。本来我悬着的心瞬间放松了下来，好奇道：“你怎么不去看？”周浩叹出一口气：“末世已经经过4轮了，这种环境下能生存下来的，要么是跟你一样有特殊能力，要么就是狠人。我怕露底，反倒被人盯上，就赶紧回来了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有些意外，露出赞赏的目光。在这种极端环境下，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。周浩的谨慎让我感到安心，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守住这个庇护所的决心。吃完饭后，我整理了一下空间里的物资，把周浩拿回来的罐头和压缩饼干放进去，而周浩拿回来的游戏设备则成了敏敏的新宠。他兴奋地抱着手柄，在虚拟世界里忘却了外面的严寒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温度继续下降，最低达到了零下50度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的小屋依然温暖如春。通过不断调整热水比例，室内温度始终保持在26度左右。此时周浩突然提议，极寒模式很快就会结束了，咱们要不要试试联系其他人，或者是救援队？我想了想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认为只要能活到最后，大部队早晚都会回来的。可万一要是暴露咱们的位置，那咱们的秘密也会暴露，引来麻烦，得不偿失。周浩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点头同意了我的看法。他拿起遥控器，打开电视，试图找到一些残留的信号，但屏幕上依旧是一片雪花白。互联网虽然恢复了一部分功能，但大多数信息都是从地下城发出的公告，让所有幸存者都去地下城避灾。突然，周浩的笔记本电脑突然发出了警报声，我和周浩同时愣住。不好！周浩预感不妙，随即打开电脑，屏幕里正在闪烁的一个文件夹，打开竟然是个监控设备。我一愣，你什么时候装的？周浩皱着眉，我看你之前装的坏了，就重新装修的时候就顺手装上了，一直没用，我都给忘了。周浩打开的监控画面，有2个穿着白色防护服、看不清面目的人，正举着斧头在我门口处徘徊。他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我应该没暴露啊。我心中一沉，意识到可能是之前周浩外出时不小心留下了痕迹，或许对方也有什么监控设备呢？先把所有灯光熄灭，别让他们察觉到屋里有人。我压低声音吩咐道，随后直接把敏敏抱去了卧室，嘱咐她听到什么都别出来。此时周浩站在门口，手里举着枪。我盯着监控里那2人的一举一动，发现他们正趴在门上检查着什么，很快就被他们发现了端倪，举起斧子对准了门框。我不禁皱起了眉，看来真是有什么特殊能力。周浩回头看向我，眼神坚定，你躲屋里，别出来。我犹豫着，一直紧紧盯着监控画面。等一下，他们有动作。周浩一愣，赶紧快步走到我身边，一起看监控。只见有一个人蹲下身子，好像在地上放了什么东西，然后随即重重砸了2下门。另外一个人一挥手，
两人就一前一后行动，笨拙地离开了门口，朝楼梯间走去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好奇问着周浩。周浩摇了摇头，眉头紧锁。可能是诱饵，不管。为了确认这俩人是不是真的走了，我和周浩守在窗户边那个透气口，看着外面的情况。我这里的窗户刚好是大门位置的必经出口，如果他们离开，应该能看到，但也保不准他们是从别的入口进来的。他们应该是跟着我的脚印找来的，势必会从这里离开。再等等。周浩后知后觉，一脸担忧。我深深吐出一口气。不管怎么样，至少现在知道这座城市还有其他拥有特殊能力的人，不然他们不会存活这么久。但问题是，那两个陌生人的目的是什么？抢夺物资。那为什么又走了？难道是回去叫更多的帮手来？想到这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下意识看向一脸紧张的周浩。周浩，要是他们人多势众，别担心。不等我说完，周浩便抢先说道：“我也不是吃素的。”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我顿时安全感满满。很快，我们真的看到那两个人慢吞吞地离开了小区。我俩相互对视一眼。门口他们放了什么东西？我轻声问道。周浩摇摇头，示意他也不确定。眼见着那两个人确实离开了小区，我俩又回到客厅看监控设备，可是监控有死角，根本看不到门口的东西。周浩立马进储物室，又拿出一个监控设备，装在了透气口的位置，随时盯着大门。要不出去看看？我看着装监控的周浩，轻声开口。周浩看向我，有些担忧。我再次说道，他们既然走了，那门口的东西要么是监控设备，要么就是类似定时炸弹之类的东西，总是不安全。我认为应该出去看看，趁他们还没回来。周浩皱起了眉，最终同意了我的建议。他拿出防弹衣和防弹头盔穿在身上，我想让他把防寒服也穿上，但他说那个不方便行动。随后他在客厅里进行了一轮热身活动之后，以迅雷之势推开门闪身出去，又砰的一声把门关上。我站在门口，从猫眼里看着周浩，随时准备给他开门。他没耽误很久，便很快回来。回来时手上拿着一张纸条，打开纸条，上面写着一句话：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想换一些急救药品，有同伴受了伤，如果同意，明早8点，请将药品放在楼梯口，我们会用一些肉类和蔬菜来换。我俩顿时松了一口气，看来对方没有恶意。周浩沉思片刻，说道：要不给他们点？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也许是周浩的存在改变了我，如今知道这座城市还有其他幸存者跟我们一样生存着，我不免激动。我们俩准备了一些能够治愈外伤的消炎药、酒精、纱布、棉球，因为不知道对方受了什么样的伤，所以还给了缝合用的工具。周浩在这方面是专业的，他还写了一封长长的说明书，里面讲述着各种外伤的治疗手法和禁忌，塞进了塑料袋里一起放在外面。很快，那两人的身影出现在监控中，他们把一个泡沫箱子放在了大门口，然后笨拙地离开。等他们走后，周浩才把那箱子搬进屋里，里面放着大量的新鲜牛肉和蔬菜瓜果。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我们两方便这样保持着神秘的联系，有时候他们上门，有时候周浩出去，直到那一天之内，气温从零下50度升到了12度，极寒在一夜之间结束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紧接着第2天便刮起了强台风，然后就是没有任何征兆的10级大地震。我和周浩的避难所在一瞬间坍塌了，我们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，就被彻底掩埋。我只记得无尽的黑暗中，一直有2只温热的手紧紧拉住我，随后不久便失去了意识。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是在一个看起来像是医院的地方，旁边的救援人员告诉我，这里是幸存者营地，那场地震只持续了2天就结束了，末日也没有发来新通知，所以城市正在恢复建设和复苏当中。末日结束了吗？我在避难营地里疯狂找寻周浩的身影，最终在一众救援人员当中发现了正抱着敏敏进行对接的他，我俩远远对视，都朝着对方的方向跑了过去。